寒冬腊月，四皇子府内竟是一片素白。多亏本宫听信了那些刁奴的话，以为妹妹失踪了，要不然妹妹也不至于惨死，落得个尸首不全的下场。本宫心里实在是愧对妹妹和元宝啊！妹妹放心，那些个刁奴已经被本宫处决了，本宫定让那些害你的人为妹妹陪葬。在他的身侧，四皇子景子墨亦是一脸的悲痛欲绝，目光缱绻幽深。巨人，你说谎！是你害了我！是你害了我！飘在半空中的涂凤七满脸愤恨，嘶吼着扑向悲泣的涂嫣然。自己根本奈何不了涂嫣然，他瘫坐在地上。灵堂内，涂嫣然仍在惺惺作态，什么为自己报仇，什么都已处决，最后死的还不都是自己的贴身侍女？众人皆是被涂嫣然的善良所感动。一双精致的黑色长靴，上头绣着暗金色的暗纹。男子面容冷峻，飞扬的剑眉没入鬓角落下的墨发中，薄唇紧抿。听闻是在战场上听到了四皇子妃的死讯，一时失神，才会被人给暗算了。他没有想到，原来到了最后还会牵挂着自己的人，竟是平日里没有什么交集的战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还是如从前那般，潇潇明艳的扣人心弦。冷峻的脸上冰雪初融。是吗？魏毛，你诱骗本王了。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在本王心中，他仍是美的。别怕，圆圆，本王会替你报仇的。你的腰肢素来细软，便是本王都不舍得伤你一分一毫。旁人怎可如此待你？话音方落，剑鞘已出，凭借着敏锐的听觉，将涂嫣然身侧嬷嬷的脑袋给砍了下来。灵堂中有一瞬的寂静，片刻后，众人却是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战王父子，是谁害了他？嫣红的鲜血从剑尖上滴落，涂嫣然心头没来由的一颤，水袖中的双手悄然握紧。还不是那几个歹毒的下人，妹妹会变成如今这模样，都是那几个下人害的。不仅仅是妹妹，便是元宝。你们当本王是傻的？司战嘴角嘲讽的勾起，手中长剑毫不留情地从涂嫣然的眼前划过，将她那张艳丽的小脸刺穿。区区几个下人，便能在人人皆不知晓的时候将主子给腰斩了，甚至连不过3岁的幼儿都被剥皮挖心。殿下救臣妾！涂嫣然尖叫一声，捂着脸，连滚带爬地躲到了景子墨的身后。总算是有人来替自己报仇了。然而不待涂凤七反应过来，便见着景子墨手中的长剑已是整根地没入司战的胸口。司战微微皱眉，猛地将长剑拔了出来，血流如注。他一步步地挪到了灵柩边。圆圆，别怕，我来陪你了。司战笑了笑，眼皮子渐渐支撑不住。司战不要！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涂嫣然，景子墨，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灵堂中阴风阵阵，刮得人睁不开眼睛。一道白光闪过，一切归于平静。楠木雕花拔布床上，一个身形娇小的姑娘不安地揪着锦被，白嫩嫩的额头上冷汗沁出。姑娘还未醒过来。桑枝捏着温热的毛巾，将小姑娘额头上的冷汗擦去。还不都是得怪青嬷嬷。姑娘若是当真醒不过来了，且看着国公爷怎么罚她。空青，闭嘴！你的规矩都学到哪儿去了？姑娘的事情岂是你我能智慧的？青嬷嬷再不好，也轮不到你来多嘴。咱们是不能管着，若是咱们能管着，我头一个便是要将青嬷嬷给乱棍打死了。咱们姑娘是堂堂正正的威远伯府嫡出姑娘，总待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算怎么一回事？咱们姑娘日后是要回到昭都中去的。青嬷嬷分明是要将姑娘养成一个乡下的野丫头。桑枝姐姐，你别和我说旁的有的没的，姑娘看不明白，你还瞧不出青嬷嬷的心思不成？我瞧着，说不定啊，她是收了谁的好处来祸害咱们姑娘呢。涂凤七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一把将贴在自己额头上的毛巾给挥开，冷喝一声：“闭嘴！吵什么吵！”空青吓了一跳，连忙跪下来请罪道：“是奴婢多嘴了。”空青，涂凤七猛地睁开双眼，她记得空青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因着替她试毒，这丫头死的时候全身都变成了青紫色。姑娘，空青不是要故意在姑娘面前说青嬷嬷坏话的，还请姑娘能饶过空青一回。桑枝将手中的湿毛巾放好，与空青跪在一块儿请饶。桑枝死得比空青还早，7年前为着给自己挡箭，死无全尸。他愣了片刻，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竟是让自己在投胎转世前见着他二人了。桑稚，空青，我错了，你们说的对，景子墨他不是我的良人，都是我害了你们。桑稚与空青面面相觑，面露不解。啊，姑娘怎么了？姑娘莫不是做噩梦了？奴婢与空青都好好的呢，梦境总是与现实相反的。奴婢与空青不会被姑娘给害死的。是啊，方才是奴婢胡说了，姑娘别哭了。若是姑娘不喜欢听到这些话，奴婢日后不说便是了。哎呀，瞧瞧你们都做了什么！这两个贱蹄子，姑娘不哭了啊！奴婢啊，这边叫人打发了这两个贱蹄子，省得他们整日惹姑娘伤心。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捏着丝帕，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涂凤七脸色一变，猛地扑向那妇人。贱人，本宫要杀了你！涂凤七用了半个时辰，方是真正的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的回到了自己年少的时候。彼时他正13岁，因着其父母守孝，来到了这离京城昭都极远的寺庙中。而跟在他身边的下人只有3个：奶娘青嬷嬷、丫鬟柔枝和空青。若说桑枝和空青是他最忠实的仆人，那么青嬷嬷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仇人就在眼前，涂凤七却是不得不将心头的怨恨压下。哎呀，奴婢的好姑娘啊，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这两个贱蹄子在姑娘面前说了什么？姑娘竟是狠心对奴婢下手，姑娘忘了吗？奴婢是姑娘的乳母啊，奴婢待姑娘便是名根都比不得呀。听到此人的名字，涂凤七更是忍不住攥紧了自己的裙摆。名歌便是青嬷嬷背叛他的证据。青嬷嬷得不到涂凤七的回应，不禁抬眸瞥了他一眼。嬷嬷慌什么？嬷嬷待我有多好，我会不知晓吗？嬷嬷，我这是怎么了？为何会晕倒？青嬷嬷却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姑娘，奴婢……青嬷嬷迟疑不已，战战兢兢地绞着帕子，不知应如何应对。蠢货！涂凤七目光冰冷，前世的自己是怎么被这般一个蠢货给骗了的？姑娘，奴婢知道，姑娘昨夜看到了青嬷嬷和一个黑影在说话，姑娘正是被那个黑影给打伤了的。往日奴婢便说了，青嬷嬷她是叛徒。姑娘，空青的意思是和青嬷嬷说话的那个黑影有古怪。这么说来，是嬷嬷的人将我给打伤了。嬷嬷，是这样吗？这不是这样的。姑娘，奴婢怎么会纵容旁人伤害您呢？定是空青这贱蹄子在胡说，他定是嫉妒奴婢得宠，方会如此陷害奴婢。你才是胡说，你要清清白白的。那黑影为何要伤害姑娘？那黑影是何人？奴婢亦是不知晓的。奴婢不过是听到外头有动静，方才会出去看个究竟罢了。姑娘被那黑影打伤后，还是奴婢将姑娘给抱回来的。若是奴婢当真想要害姑娘，奴婢何必将姑娘给带回来？空青，你不能因着嫉妒我，便在姑娘面前满口胡言。你胡说，分明是你心虚。好了，青嬷嬷的说辞确实与前世一模一样。前世他轻信了青嬷嬷，便以为是空青在胡说。嬷嬷，你先出去，空青和桑枝留下来。还是姑娘明辨是非，如若不然，奴婢的一番苦心便要被这两个贱蹄子给冤枉了。青嬷嬷扭着腰肢走了出去，涂凤七望着她的背影，目光阴沉的可怕。姑娘，我知道青嬷嬷要害我。涂凤七坐回床榻上，目光平静。桑枝，空青，你们放心，想要害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明日会发生什么，涂凤七心中一清二楚。姑娘即使知晓青嬷嬷要害姑娘，为何还要放她走？那贱人才是真的坏人。姑娘若是顾及往日的情分，下不了手，奴婢去帮您杀了她。空青，站住！桑枝目光复杂，她总觉得自家姑娘似乎不一样了。我自然不会放过她，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青嬷嬷还有用处，明日不仅仅是自己回昭都的日子，更是自己遇见他的日子。那个自己亏欠了一生的男子。桑枝摇摇头，二人默默地退了出去。姑娘这是怎么了？我方才在里头竟是险些喘不过气儿来了。哎呀，大概是开窍了吧，只盼着姑娘莫要再被那些心思阿杂的人给算计了。涂凤七10岁那年，父母双亡，自幼被祖母带在身边教养的他，在祖母的劝说下，带着3个下人离开昭都，来到这偏远的寺庙中替父母守孝祈福。这一待便是3年。而在前世，待到他回到昭都后，魏远伯府中的另外2个嫡出姑娘却已是昭都中小有名气的大家闺秀。
这3年来，他远离繁华，生生被青嬷嬷给教养成了一个不知礼数、傲慢暴躁的土包子。当初为着能得到镇国公府的支持，秦子墨可真是费心了，竟能够忍下恶心，与一个乡野丫头卿卿我我，情深意重。哼！手中的茶杯咔嚓一声出现了一丝裂痕。涂凤七双目冰冷，白嫩嫩的手指头将茶杯捏碎，淡黄色的清茶洒落在寝衣上。涂嫣然，秦子墨，先是你们杀我孩儿，残我躯体，更是害得所有待我好的人皆是死无葬身之地。今生我涂凤七以命为誓，定要你们万劫不复。他不信拥有一世记忆的自己会再次输给那2个心思歹毒的贱人。旭日东升，涂凤七在桑枝与空青的伺候下将寝衣换下。正是初春，天气中还带着些许阴寒，青嬷嬷早便耐不住的催促了。哎，我说你们这2个贱蹄子啊，在胡乱打扮什么呢？姑娘往日里最是喜爱的金簪和金手镯呢，莫不是你们看着那些金银首饰值钱，便私藏了起来？姑娘哎，你看看这2个贱蹄子，连姑娘平日里的喜好都不知晓。奴婢啊，这边替姑娘教训教训他们。这是我要他们打扮的，嬷嬷觉得有问题？青嬷嬷讷讷地将手收了回来，挤着脸娇笑道：这奴婢不是为着姑娘着想吗？这些铃铛簪子的哪儿比得上姑娘平日里的金簪呐？奴婢是担忧姑娘年幼不知事，被这2个贱蹄子给骗了。绕过青嬷嬷，缓缓地往外走。她那小仙女儿一般的模样，倒是叫青嬷嬷恨得牙痒痒。哼，不过是一个自幼便没了父母庇护的野丫头罢了。且看待会儿她怎么整治这个不懂事的野丫头。嬷嬷还不走，等着在寺庙里吃饭不成？涂凤七忽然回头，将青嬷嬷那愤然的模样尽收眼底。不过，过了今日，世上便再也不会有青嬷嬷此人了。涂凤七阴恻恻地笑了笑，牵着裙摆咯噔咯噔地爬上了马车，安安静静地坐在里头。桑枝和空青守在他的身旁，青嬷嬷见状坐到最外头了。马车缓缓地动了起来，涂凤七眯上双眸，脑袋靠在桑枝的肩头，闭眼夹紧。离寺庙不远处的官道上，一行人身穿盔甲戎装，骑着高头大马，慢悠悠地嬉笑着往前走。人群中最是显眼的，莫过于正中央的那个穿玄青色阔袖蟒袍的男子了。他面容冷峻。王爷，再行上1日，皇辰时分，应是能进州都了。司战神色淡淡地应了一声。6年了，他几乎要忘记自己原是养尊处优的王爷，而不是在战场上拼命厮杀的将士。皇帝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心中清楚得很。马车突然停了下来，他睁开双眸，一瞬的茫然过后，嘴角勾笑，好整以暇地望向青嬷嬷。姑娘，奴婢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不必了。涂凤七懒洋洋地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是怎么一回事？嬷嬷还会不知晓吗？奴婢不知道姑娘在说什么。那真是可惜了。不过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涂凤七站起身来，一把将珠帘掀开，一把大刀带着血色与寒光，直直地冲向他的鼻尖。马车内的桑枝与空青惊呼出声，下意识地扑向涂凤七的方向。涂凤七轻巧地避开了大刀，飞快地蹲下身来，借机看清了马车外的形势。车夫横倒在位子上，脖子上鲜血直往外冒，4、5个身穿布衣的刺客手中拿着大刀，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看。这便是前世的今日他所经历的阴谋。这一行人伪装成流寇，埋伏在路上，为的便是阻止自己回昭都。你们要杀我？刺客一怔，随即毫不犹豫地挥起手中的大刀，朝着小姑娘细嫩的脖子砍去。姑娘！桑枝与空青一惊，涂凤七却是不慌不忙地推了青嬷嬷一把，将她推向刺客的刀尖。你怎么了？人可是你招来的，你不死，难道要我去死？不远处传来马蹄声，涂凤七嗤了一声，将青嬷嬷推开，无助又可怜地扭头望向来人，水眸盈盈动人。救我！娇娇小小的姑娘，
白嫩嫩的一小团，咬着下唇，不安又忐忑地望着自己。若是司战不曾看到方才那一幕，说不定还真的会被这个小姑娘给骗了。这分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娇气包。涂凤七眨巴着双眼，原来是你啊，圆圆。王爷，欺负一个小姑娘，不好吧？坏马儿，带我回到昭都，定要到我外祖父郑国公跟前告你一状。大哥哥，他们要杀我！若是要引起司战的注意，最好的法子便是将外祖父郑国公的名头给搬出来。司战挑了挑眉，他自幼便有一个坏毛病，那便是无比的厌恶女人。但被这郑国公家的娇气包抱着腿，他却是没有半点的厌恶。郑国公的外孙女啊，是3年前离开昭都，替魏远伯夫妇守孝的涂三姑娘吧？我家王爷也算是郑国公的徒弟了，能在此遇到三姑娘，真可谓是缘分。三姑娘放心，有我家王爷在，定会将三姑娘安然的送回昭都。他微微侧目，对上司战的目光。那青年仍是冷冰冰的坐在马背上。谢谢大哥哥，你真好。桑枝与空青皆是不敢言语，坐在两侧各自不安。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到我们都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唯独威远伯府的人安好。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奴婢不知，奴婢不知。你们当然不知道。若不是那个梦，我也不会知道威远伯府那群贱人们是有多冷血狠毒。他们害死了我爹娘，转过头来又想害死我。你们要记住，待到回到昭都之后，除了我，谁也不能信。姑娘放心，奴婢们的主子是姑娘，奴婢们绝对不会让旁人来害了姑娘的。马车外，司战目光晦暗。郑国公的外孙女儿，小名可是唤作渊渊。寻常姑娘家的小名儿，她又是如何能知晓的？这几个刺客，解决了吧？魏毛手握长剑，刀起人头落，血腥味浓郁。黄昏时分，威远伯府中一片静谧。三房的夫人宋梅珍漫不经心地任由丫鬟在自己的指甲上抹上鲜红的扣丹。这威远伯府可不需要什么正正经经的嫡女，两个大的都死了，小的留着有什么用呢？不若本夫人便费上些心思，送他们一家去团聚了。三夫人，三姑娘回来了，眼下老夫人和二夫人正在门外候着，您看，她回来了。她怎么可能会回来呢？如前世一模一样的情景。涂凤七在黄昏时分被司战亲自送到了威远伯府的门前，老夫人与二夫人早便在门口候着了。多谢战王哥哥相救。司战淡淡的应了一声。我看话本的时候说是大将军救了大家闺秀，总是要以身相许的。战王哥哥还未娶妻，渊渊此番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啦。等你长大再说。他点点头，将小脸上的笑意收起来。那我要好好吃饭，要比魏毛哥哥还要高。老夫人目光渐渐变得锐利阴沉。渊渊，怎生只与战王说话？老夫人可是在门外等了你2个时辰呢。涂凤七脸色不变，一扭头，踏踏地奔到老夫人的身旁。祖母，战王哥哥救了渊渊，二婶为何却是觉得渊渊不讲规矩？祖母给渊渊评评理，是渊渊做错了吗？二夫人神色有一瞬的尴尬。渊渊，二婶不是这个意思。二婶啊，是太久没见到渊渊了，方是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渊渊不要责怪二婶好不好？比起二夫人来，三夫人的道行显然还不大够。三夫人眼珠子一转，当即捏着帕子阴阳怪气道：哟，这不是渊渊吗？怎么这3年不见，一回来就对着长辈甩脸色？瞧瞧，这都什么教养，也不怕人看了笑话。好了，你别说了，渊渊跟二婶进府去。你的锦绣阁，二婶已经吩咐下人们收拾好了，要是缺了什么，渊渊只管与二婶说便是了。涂凤七趁着众人不备，飞快地回头对着司战吐了吐舌头。司战摩挲着手指，面上并无任何异样。将今日涂渊渊途中遇袭的事情和郑国公报备一番。哼，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罢了，以为被战王送回来你就很了不起了？这昭都里头多的是有权有势的人，一个战王算得了什么？看到没有，这叫琥珀莲青金石手串，只有昭都的贵女才能有的手串，不像有的人空无一物，穷酸。涂凤七淡淡的哦了一声，挽着老夫人的手臂，目光平静。妹妹，别胡说。瞧，三妹妹这不是也有镯子了吗？都是自家姐妹，二妹妹日后莫要再胡乱说话了。大姐姐真好，圆圆最喜欢大姐姐啦，喜欢到恨不得即刻便送她去死。哼，这个不懂规矩的乡下丫头，果真十分的讨人厌。终于回来了，她的复仇之路要开始了呢。涂凤七的锦绣阁是威远伯府中最为奢华的存在。涂凤七缓步迈进院子中，眼眶微润。前世，自她成为4皇子妃后，这锦绣阁便成了涂嫣然的院子。
院子中的奇珍异宝无一不被涂嫣然占有。她不仅仅是想要自己的锦绣阁，更是想要自己的性命啊！闺房中，姑娘，奴婢觉得不对劲儿。姑娘记不记得，这儿曾有一套七巧梅春茶具？是少了一套茶具。空青在房中晃了一圈，涨红了脸。这本是2个白釉马兜壶，还有这儿放了灰桃加彩月五杂技俑。姑娘每回睡觉都要看着那几个人俑的。还有这儿呢，这儿那口装着姑娘的首饰的箱子。姑娘不过才出去住了3年，这些人怎么能？怎么不能呢？别哭了，他们吃下去的，明日我自会叫他们给我吐出来。哎呀，我记得府中的金糕卷和小豆糕、莲子糕不错。奴婢晓得了，姑娘歇息片刻，奴婢这边去将姑娘要吃的金糕卷和小豆糕、莲子糕都取来。涂凤七闭上双眸，是时候将这一家子亏欠自己的都讨要回来了呢。翌日清晨，涂凤七早早便爬了起来。她昨晚睡得不太安稳，迷迷糊糊间总见着司战胸口流着血，目光却缱绻情深地看着自己。所幸一觉醒来，她已经不是4皇子后院中被关押欺凌的前皇子妃，而是昨日才回到昭都的幼女涂渊渊。今日她穿了蓝比白花的襦裙，墨发被桑枝挽成了双压髻，各自别了金雀儿珠花。小姑娘粉雕玉琢的小模样甚是讨喜，她歪了歪脑袋，满眼皆是天真无邪。空青姐姐，满意了吗？其他人早便打扮好，在正房中等着了。三夫人安抚地拍了拍女儿的手腕，眸中闪过了一抹愤恨。我说渊渊啊，听闻你昨日害死了自己的奶娘，做人呐最不能忘恩负义了。青嬷嬷好歹把你给奶大了，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青嬷嬷去死呢？那依着三婶的意思，是要我堂堂的微远伯嫡女去给青嬷嬷一个下人挡箭了。三婶这话未免叫人寒心。三婶明明是渊渊的三婶，先是帮着一个下人，若是不知晓的，还当三婶是有什么阴谋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何时帮了一个下人了？三夫人一瞪眼，腾地从座上站起身来，叫道：青嬷嬷好歹是你奶娘，我不过是替青嬷嬷觉得不平罢了。亏她一心为你着想，却不想一片忠心竟是为了狗了。只怕青嬷嬷的一片忠心，全是为了你这条狗了。我不与三婶您争论，如若不然，三婶便该说我目无尊长了。祖母，你给渊渊评评理，昨日的事情是不是渊渊做错了？渊渊呐，你三婶儿是关心你呢。祖母，这不公平！以往他生气的时候总喜欢砸东西，眼下更是肆无忌惮地将一旁的花瓶给打碎了，站起来高声道：祖母，昨日是青嬷嬷先要害我的，若不是战王哥哥来得及时，渊渊便见不到祖母了。三婶冤枉我！这才是涂凤七嘛。不知为何，一众人竟是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何况当时战王哥哥都瞧见了，青嬷嬷她与那些刺客是一伙的。祖母，一定要为渊渊做主啊！昨日渊渊还见着好些可怕的东西，那车夫的脑袋都掉下去了，那双眼睛还在瞪着青嬷嬷呢。三夫人闻言身躯一震，心虚的闷咳了一声，强作无事。昨日渊渊还见着好些可怕的东西，那车夫的脑袋都掉下去了，那双眼睛还在瞪着青嬷嬷呢。三夫人闻言身躯一震，心虚的闷咳了一声，强作无事。我也不过是随口一提罢了，我这还不是担心你才回到昭都中不懂规矩，惹了旁人的闲话吗？才不是，渊渊心中可清楚着呢。秦嬷嬷说了，二婶和三婶便是不想渊渊回来，因为我一回来便会抢走了本应是属于大姐姐和二姐姐的风头，你们都不想我回来，所以我一回来你们便都想要为难我。二婶怎么会不想渊渊回来呢？渊渊忘了吗？二婶素来是将你当成亲女儿看待呢。你呀，自幼便跟在老夫人身边，也没个爹娘照应的，还曾将二婶叫成了娘亲呢。不说这些了，渊渊昨夜在锦绣阁中住的可是舒坦？一点都不舒坦。我锦绣阁中的玩意儿为何竟都不见了踪影？二婶，我是给爹娘守孝了3年，可不是被赶出魏远伯府了，为何锦绣阁中的奇珍异宝竟是被你们给搬空了？别一回来就直嚷嚷的，若是叫旁人见着了，非要说你没有规矩了。你3年不回来，定是那些下人们不懂规矩，这事儿可与咱没有关联。可二姐姐头上的簪子分明是我娘留给我的，莫不是这些下人们倒是将我锦绣阁中的簪子取来送给二姐姐了？这倒是有意思，这世上又怎会有主子收下人东西的道理？三婶总说我不讲规矩，二姐姐这般模样传出去，倒是真的叫人笑话呢。
我什么我？二姐姐不是说我是一个乡下丫头，那她为何要用一个乡下丫头的东西？还有三婶儿，你这大红牡丹团花披风，不也是用我娘留下来的料子做的？二婶儿才是不同呢，二婶儿从来便不会拿了渊渊的东西，待渊渊素来如亲女儿一般。大姐姐亦是个好人，昨日可不曾同二姐姐一同嘲笑于我。三婶儿和二姐姐才是这府里头最是没规矩的人。若是寻常的物件倒也就罢了，只要三婶儿和二姐姐开口，渊渊又如何会有不给的道理？可是三婶儿如今拿走的都是我娘留下来的东西，将娘亲的遗物送给旁人，这是不孝。涂凤七，不过是几个首饰罢了，你给我还不要呢，什么人啊这是？你首饰那么多，我拿去用几日怎么了？都是一家姐妹，你别这般小气。涂燕雨沉不住气，只站起身来，将发上的簪子一把拔下，丢到涂凤七的脚边。涂凤七缩了缩身子，飞快地钻到老夫人的怀中，抬起眼来，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祖母，渊渊害怕，二姐姐为何生气？她若是真的想要那些首饰，我给她便是了。便是日后外祖母问起，我也只说是自己丢了。老夫人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儿。祖母，是不是你们嫌弃渊渊方从寺庙中回来，便不疼渊渊了？说是当真如此，我不住在魏远伯府了，我去镇国公府住着，也省得二姐姐再心烦。到时候别说是锦绣阁中的物件了，便是锦绣阁都是二姐姐的了。好啊，你去吧。都给我闭嘴！老三家的，将渊渊的东西都还给他吧。堂堂威远伯府三夫人，竟然拿侄女的首饰，这话传出去，让咱们府里的姑娘如何出去见人？涂凤七瞪圆了双眸，不安又渴望。真的可以吗？可是把东西都还给渊渊了，那三婶和二姐姐日后出门要穿戴什么才好？而且不仅仅是首饰，还有很多旁的小玩意儿呢。这些事情不是你该管的，祖母的渊源便只是永远天真无邪就好。你三婶儿不是个眼皮子浅的，只先前你不在府里头，她不想叫你的东西蒙尘了。此番祖母差人去将你接回来，可不仅仅是因为3年已过。那是因为什么？难不成是大姐姐要许人家啦？祖母可不舍得府里的姑娘这么快便离开祖母，你大姐姐的婚事儿不急呢。这事儿啊，和祖母的小渊源有关，是件喜事儿。咱们威远伯府里头便要出一个郡主了。是大姐姐要成为郡主了吗？可真是好呢！大姐姐待渊渊好，渊渊真替大姐姐高兴。傻孩子，这被封了郡主的人可不是你大姐姐，而是祖母的小渊源呐。前世他信错了老夫人的话，一心只想着要好好的感激祖母。真的？那真是太好了！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外祖母和外祖父才好。此番回昭都，我还未见过外祖父与外祖母呢。说二老知晓我回来了，定是会高兴的。渊渊想去镇国公府。祖母，渊渊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我想他们了。三妹妹，不是祖母不想让你去看望你外祖，而是你才回到昭都里面，祖母舍不得你走呢。前世涂凤七从未怀疑过涂嫣然，她要的从来便不是昭都中出色优秀的贵公子，而是自己的夫君呢。老夫人不耐烦了，朝着涂嫣然使了个眼色。三妹妹，祖母也是为了你好。祖母啊，是担忧你许久不曾回到昭都来，只怕镇国公他们啊，早便不认得渊源了呢。既是如此，那我更是要去看看外祖父与外祖母了。说是叫二老知道，3年不见，我竟是出落成了如娘亲那般美丽的大姑娘，他们定会替我高兴的。涂嫣然神色微僵。三妹妹，难不成你不想陪在祖母身边？祖母这3年来可是日日都在念叨着你呢。镇国公府什么时候都能去，三妹妹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啊？不，我想陪着祖母，过几日再去拜访他们。祖母，您看这样成吗？涂嫣然攥着帕子的手颤了颤，她几乎能肯定涂凤七是真的变了，变得比以前精明了。祖母，既然三妹妹那么想着见到镇国公，不如祖母便让三妹妹去吧。不过眼看着三妹妹就要被册封为郡主了，这府里头也有好一段时间不曾热闹过，不如这2日咱们举办一个桃花宴如何？三妹妹离京这么久，定是忘了四皇子吧？当初三妹妹对四皇子可是痴缠得很呢。待到桃花宴的时候，咱们可以以三妹妹的名义去将四皇子请来。三妹妹，你说好不好呀？四皇子，涂凤七只觉得满心的恨意便要喷涌而出。大姐姐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四皇子那等身份的人，
又岂是我乡野村姑能请得来的？哼，还是大姐姐见多识广些。若是大姐姐想见四皇子，大姐姐去央他来便是了，省得说出我的名号来。没有来的瞎躺的四皇子，那可就不好了。你到底要不要去桃花宴？你以为桃花宴没了你便开不成了？涂凤七，我告诉你，识相的话，你最好乖乖答应，要不然别说是去看你外祖父了，便是出门都不行。去啊，我怎么会不去呢？这可是庆祝我被封郡主的桃花宴，我若是不去，你们岂不是没了主角？翌日，涂凤七去给老夫人请安后，便坐上了马车，往镇国公府而去。昭都街道繁荣，自大昭开国以来，也算是国泰民安。马车穿过街道，行了大半个时辰，便到了镇国公府的门外。镇国公太夫人身穿青缎子珍珠扣对金悬长，端的是沉稳华贵，在她的手边各自立着2位妇人。涂凤七急不可耐地从马车上跳下来，一下子便扑入了太夫人的怀中。前世她是个糊涂的，听信了威远伯府那一众人的话，渐渐与外祖一家生分了。哎，月月怎么哭了？是不是受了委屈？快与外祖母说说，外祖母这边让你那3个表哥去给你讨个公道。咱们镇国公府的姑娘也是旁人敢欺负得的，月月莫怕啊，二舅母这边给你出气去。娘，这门口人来人往的，咱们进去再说。外祖母，咱们进去说话。涂凤七坐在太夫人的身边，一见着这四周最为熟悉的一切。前世自己识人不清，竟是让镇国公府被自己拖累，遭了涂嫣然和景子墨的毒手。外祖母、大舅母、二舅母，我错了。月月莫怕，有外祖母在，无人再敢欺负你了。眼下你也回到昭都中了，一切有外祖母照应着，没人再敢逼着你做什么。司战本是来拜访恩师的，只听闻涂凤七意识到了府上后，竟是鬼使神差的决定留下来用午膳，与镇国公站定在屋外。司战目光平静地看着那泪眼蒙蒙的小姑娘，涂凤七纠结了一会儿，将面上的眼泪擦干，方是缓缓地扬起了下巴，露出了修长白皙的脖颈。哈哈，圆圆是大姑娘了。司战勾了勾唇角，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应和镇国公的话，又似乎是在同涂凤七打招呼。怎么样，我家的丑丫头是不是特别有意思？你才是丑丫头。太夫人瞪了镇国公一眼，你滚出去，别吓到月月了。镇国公摸了摸鼻子，对着司战无奈一笑。司战会意，歉意地做了个揖，转身欲走。慢着，你不许走。好奇怪的娇气包。司战转过身来，涂凤七咬着贝齿，拎着裙摆蹭蹭地跑到他的身边，一脸蛮横地伸出手抱住了他的大腿。涂凤七一张小脸羞得通红。你不能走。司战身子一僵，脸色微变，让你笑话我。自觉大仇得报的小姑娘一脸畅快。涂凤七挨着太夫人坐在罗汉床上。外祖母，此番除了来见您二老之外，圆圆还有一件事要做。我怀疑我爹和我娘的死不简单。太夫人与镇国公对视一眼，皆是见着彼此眼中的震撼。司战侧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小姑娘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不少？月月，是不是在寺庙里头还发生了什么？秦嬷嬷要杀死我。姑娘说的都是真的吗？回姑娘的话，姑娘说的话是真的。月月别怕啊，有外祖母在，我看谁还敢害你。你又是怎么知道继儿和玲珑的死不简单？涂凤七纠结不已，咬着白白嫩嫩的手指头。许是因为姑娘的那个梦。什么梦？那日姑娘被黑衣人打伤后醒过来，便似乎变了一个人一般。姑娘说，在她的梦里，不仅仅是奴婢和空卿死了，便是连太夫人和国公爷都。姑娘说，威远伯府的人想要害死姑娘。不只是这些，还有战王哥哥也死了，大家都死了。涂凤七坚信梦境是真的，司战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扣桌案。他总觉得涂凤七的话半真半假，许是信不得的，但他又能很清楚地察觉到，小姑娘对威远伯府的恨意不是假的。在司战看不到的方向，涂凤七却是松了一口气。他是故意让司战留下来的，总归日后自己与司战都是要成为夫妻的。他早便决定此生不会再负了他。圆圆，外公不能帮你报仇。老头子，圆圆才13岁。外祖母不必着急，外祖父的意思渊渊明白。此番我来镇国公府，也并非是需要外祖父的保护。昭都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我若是连威远伯府那几个人都对付不了，
他欲如何自保？还是渊渊懂老夫。姬儿和玲珑的事情，老夫会查清楚。但是报仇，13岁，老夫13岁的时候，已经要随父亲上战场杀敌了。我们不能护着你一辈子，唯有你自己学会成长，方能在这招都中保住性命。外祖父的苦心，渊渊明白。外祖父的苦心，渊渊明白。不过眼下我在威远伯府中孤立无援，暂时还需要依靠外祖父来给我壮大声势。毕竟那几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13岁的小姑娘，当真是让人看不透。这你放心，只要镇国公府在，外祖父永远是你的倚仗。渊渊，你怎么越长越小个了？唐人家的小姑娘13岁，可都开始抽条了，怎么就你还是白白胖胖的模样啊？我会抽条的，之后我定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他扭头望着司战解释道。因着担心威远伯府那几人起疑心，涂凤七用完午膳便起身告辞了。正巧司战也要走。外祖父、外祖母、大舅母、二舅母，渊渊先回去了。俯俯身，牵着裙摆跟在司战身后，规矩守礼，叫人挑不出一丝的错处。那个，我平日里也是能吃苦的。但点点头，不置可否。门外停着威远伯府的马车，马车旁边有一匹骏马，骏马旁还立着一个俊美的锦袍青年。景子墨身着锦袍，迎风而立，月冠束发，气宇轩昂地候在门外，目光落在缓缓走出来的涂凤七身上。涂凤七鼓着腮帮子，闷闷不乐地跟在司战的旁边。你来做什么？不动声色地挡在涂凤七的跟前，阻断景子墨探寻的目光。司战目光坦荡，牵着涂凤七的手往外走。渊渊，公子是何人？我认识你吗？不知公子是如何得知我的乳名的？只是女子的名声到底是极为重要的，还望公子自重，也莫要叫小女子为难了。我是战王舅舅，我要回家。战王舅舅，送渊渊回家。景子墨又是一阵气闷。涂凤七撅着嘴巴，双手环抱在胸前，一脸闷闷不乐。重来一世，他以为自己能够彻底的忘记景子墨，可是就在方才，他见到景子墨的时候，心头仍是忍不住的跳了跳。那熟悉的律动，分明是在提醒着他，哪怕自己与景子墨之间有着血海深仇，自己仍是可耻的觉得心动了。但他已欠下司战一世深情，断不能再负了那个愿意为自己去死的男子。涂凤七闭着眼睛小声嘀咕。桑枝与空青一脸的不解，自家姑娘从前可稀罕那什么四皇子了，怎么今日见到四皇子竟是不爱搭理了？马车行了大半个时辰，方是稳稳地停在了威远伯府的门前。多谢战王舅舅。司战低下头来，望着不及自己腰际的小娇气包，好好吃饭。司战伸出手来揉揉他的包子头。咦？涂凤七歪着脑袋，小脸红润润的，半晌才反应过来，司战是在同自己说话。战王舅舅，我听你的话。敷衍地对着景子墨俯俯身。公子，再会。渊渊，你怎么变成了这样？景子墨眯起双眼，顺利的目光上涂凤七如芒在背。他抿唇笑了笑，和丫头一同走向威远伯府。乌峰望着涂凤七的背影，失望地打了个响鼻。司战伸出手在乌峰的脑袋上揉了揉，目光中闪过了一丝疑惑。涂渊渊是在避着自己，还是在避着景子墨？皇叔，父王让本皇子来接您进宫。司战将手收回来，点点头。威远伯府中，老夫人坐在上首，二房与三房的女人们坐在下方，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模样。涂凤七走进威远伯府后，便慢慢地停下脚步来，扭头望着桑枝和空青。从踏进威远伯府中起，我便不再是镇国公的外孙女，而是一个依靠威远伯府方能在这招都中立足的姑娘。你们听明白了吗？空青迷迷糊糊地点点头，桑枝眼珠一转，很快便明白了涂凤七的意思。镇国公府是保命符，也是催命符。三姑娘回来了，老夫人正在上房中等着姑娘呢。除了祖母，还有谁在上房？荣兰摇摇头，不置一词。莫不是连祖母都烦了我了？方才在外祖父那儿，我还被外祖父责骂了呢。想不到我离开昭都3年，外祖父却是不再疼我了。荣兰姐姐，你说祖母会不会像外祖父那般，再也不疼我了？荣兰急匆匆的脚步微顿，心中有了猜测，刻意放慢了脚步。三姑娘方才说镇国公责骂了你。三姑娘放心好了，老夫人素日将您当成心头宝，如何会不疼您了？不过镇国公呢？哎呀，这话奴婢本不该说的。但您才从昭都回来，
这昭都中啊，早便物是人非了。我也觉得是如此呢。荣兰俯俯身，将涂凤七三人引入了正房中。涂凤七一脸失落，老夫人目光晦暗。渊渊可是累了，为何这般的不高兴啊？啊，祖母，您说了什么？你先回去歇着吧。无论如何，祖母总归是念着你的。多谢祖母体恤，渊渊便先回去了。他前脚才踏出了正房，后脚涂燕雨便是不满地嚷起来了：祖母，为何这般轻易地放了这小贱人回去？你的规矩都学到哪儿了？祖母还未说话呢，你急着嚷嚷什么？没了镇国公府撑腰，如今在咱们手底下讨生活的，不过是一个没了爹娘的孤女罢了。你管她做什么？啊，祖母此话可是当真？若是当真如此，那小贱人岂不是随我们搓磨了？此事是真是假，我们还未知晓，说不定是什么阴谋。好了，一家人的吵什么吵？是该去打听打听。不过就算那边当真是不待见那个了，咱们也不能太亏待他，免得哪天那边又想起来他了，咱们也不好交代。这边涂凤七出了上房，一路朝着自己的锦绣阁而去，脚步沉重。走进锦绣阁中，下人们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似乎没有见到主子进来一般。姑娘回来了，你们没看到？还不快些准备热水？一个个都在做什么？还想不想在威远伯府待了？是奴婢们眼拙了，没瞧见姑娘进来呢，恐见姑娘息怒，奴婢们这边去准备热水。哼，姑娘，这些下人可真是留不得了。且再容他们几日，现在还不是时候让他们走。涂凤七走到窗前，往外瞥了一眼，手指在窗台上敲了敲，一个黑色的人影轻飘飘地落在了窗前，正站在众人的视角盲区，去盯着三夫人和涂燕雨。人影一闪而过，一下子又不见了踪影。空青和桑枝好奇不已，是外祖父的人，是不是该盯着三夫人和二姑娘？昨日姑娘让三夫人和二姑娘折了一大笔，指不定啊，这二人心中正想着怎么从姑娘身上讨要回来呢。涂凤七笑了笑，无奈地摇摇头。二夫人将桃花宴的日子定在了3月15，也就是3日后。就连本是在书院中读书的涂千然和涂凤梧都回来了。得知涂凤梧要回来，涂凤七连忙从床榻上跳起来，指使桑枝和空青赶紧替自己打扮一番。涂凤梧是涂凤七的庶长兄，也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是父亲唯一的妾室苏姨娘所出。涂凤七一直很是不待见涂凤梧，前世在自己临死前，涂嫣然曾说过，涂凤梧想救自己，却最终死在了景子墨的手中。涂凤七打扮妥当，涂凤梧刚好走进锦绣阁中，手中还抱着一个紫金色的锦盒，还不待涂凤梧走近，便已是忍不住扑了过去。凤梧哥哥。涂凤梧愣了一会儿，难不成他又在玩什么新花样？别哭了。涂凤七抬起脸来，谁欺负你了？是不是在府中受了委屈？涂凤七摇摇头，凤梧哥哥，以往是我不对，我不该那样对你的。凤梧哥哥，我知你不信我，可是这世上与我最亲近的人就只剩你一个了。哥哥，我希望你我兄妹二人能够团结一心，为爹娘报仇。你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这次我在回昭都的路上遇袭，此事不简单。凤梧哥哥，也许爹娘的死并不简单，等我查清楚一切，我会告诉你的。涂凤梧目光复杂。好，圆圆放心，有哥哥在，谁也不能欺负你。凤梧哥哥给我带了什么礼物啊？真好看。兄妹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看着时辰不早了，才各自去用午膳了。涂凤梧的院子坐落在锦绣阁的不远处，院子里种满了青竹，故而取名碧竹居。公子，三姑娘这事，不管她是不是真心想要和我和好，我都不会亏待了她，这是我欠父亲的。派人去打听一下，这段时间她都接触了什么人。是。还有，查一下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算了，就算她被人欺负了，她也不会知道。那属下是查还是不查呀？时间静如流水，一闪而过，很快便到了桃花宴的前夕。三夫人和涂燕雨满脸不自然地坐在椅子上。三婶儿、二姐姐，你们来我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渊渊啊，先前三婶拿了你的东西，是三婶不对，三婶在这里向你赔罪了。三婶，这可要不得，先前的事情渊渊早便忘了，咱们是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些？谁跟你是一家人？里面的东西便算是我和我娘向你赔罪了。明日便是桃花宴，正好里面的东西你能用得上。三婶，你们对我真好，我还以为你们也嫌弃我了。果真是自家人好，别人都是信不得的。你知道就好，别人再怎么好也不是自家人。好了啊，东西也送到了，我和你二姐姐就先走了。涂凤七点点头，桑枝，替我送送三婶和二姐姐。屋里只剩下了空青与银珠两个丫鬟。三夫人和二姑娘对三姑娘可真好，三姑娘以后可要擦亮了眼睛，不要再将外人当做自己人了。是啊，若是看错了人，那可真是要将自己给害死了。难不成三姑娘知道了些什么？银珠，你说三婶和二姐姐待我这么好，
我是不是应当好好的报答他们？这是自然了。奴婢看二姑娘似是很喜欢三姑娘的首饰，不若三姑娘给二姑娘送这些首饰？你先下去吧，我一个人想想。银珠见屠凤七果真中计，也不久呆，连忙俯俯身退了下去。桑枝和空青很快便回来了。屠凤七抱着锦盒走进了自己的房中，随手将锦盒丢掉，将里头的衣裙给取了出来。姑娘，你明日你不会真要穿这些衣裙吧？屠凤七点点头，伸手在衣裙上摸了摸。这是三婶的礼物，我自然是要穿的。姑娘需要奴婢做什么？到底是桑枝晚中些，我确实需要你们帮我。这衣裳有问题，我要你们在今夜内将这里给补上了。亏得姑娘留了个心眼，要是明日在宴会上被人给扯掉了袖子，咱们便是有10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三夫人和二姑娘的心眼也忒坏了。只是三夫人。碧竹区中，屠凤舞背手而立，听着罗楼的汇报。你的意思是，他们要让渊渊在桃花宴上出丑吗？就是，公子，我们要不要先别惊举妄动？渊渊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三姑娘很高兴，抱着锦盒进房了，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吩咐下去，不必盯着她了，她乐意被那些人骗，我没必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罗楼晋升，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屠凤七并不知道自己又被自己的哥哥给放弃了，他打了个喷嚏，走到窗前挥了挥手。杏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去将我那二姐姐明日要穿的衣服取来。杏奴的身影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屠凤七嘲讽地勾了勾嘴角，他倒是要看看明日究竟是谁要出丑。屠凤七并没有等多久，等到静奴回来的时候，手中已经多了一套崭新的衣裙，又在罗裙和袖子上划了几道。他剪得很精巧，便是仔细看也未必能发现上头的奥妙，吩咐静奴将衣裙送回去。次日清晨，屠凤七穿着那套黄澄澄的衣裙去给老夫人请安，对旁人嫌弃的目光仿佛全然不见一般，各自昧着良心夸奖了屠凤七几句。屠凤七的目光从涂嫣然的身上扫过，她今日穿了月白青葱色的云天水样流仙裙，一旁的涂燕雨也是不差，穿着昨日那身衣裙，唯独她自己不仅仅是穿了那套黄澄澄的衣裙，还别着3只十分庸俗且别有意味的簪子。大姐姐和二姐姐今日都很美呢，苏母，我是不是该换一身衣裳？这样就很好了，换什么换了？这是三婶给你的礼物，你若是换了，便是瞧不起三婶的意思。不是，我不换就是了。不是你三婶为难你啊，这昭都中的人呢，素来都是有些势利眼的，你三婶啊也是为了你好。屠凤七点点头。对了，先前你在镇国公府受了些委屈，你二姐姐忧心的镇国公府的人来了，会叫你不痛快，所以这次桃花宴啊，咱们刻意避开那些人，你别担心会尴尬啊，有你的2位姐姐在，断不能叫人欺负了你。屠凤七感激异常，一切都听二婶的安排，有你们在，渊渊什么也不怕。真是个好姑娘。好了，你们都下去吧，嫣然和烟雨去门外候着，省得待会儿客人来了看不到主人家，还以为是咱们威远伯府怠慢了。至于渊渊，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让你的姐姐们去做便是了。你在锦绣阁里歇着吧，待会儿及时过去就行了。屠凤七受宠若惊，连连道谢，才带着丫鬟们退了出去。屠千然和屠凤舞迎面走来，见了屠凤七，二人脚步微顿。凤舞哥哥，待会儿的桃花宴你会在吗？屠凤舞点点头，算是应了他的话。那可真是太好了，待会儿我要给凤舞哥哥表演一出大戏呢，凤舞哥哥一定要在才好。屠凤舞只抿着薄唇，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屠凤七有些失望，屠凤七握着小拳头回到锦绣阁中，披上昨夜翻出来的披风，将那一身的黄色给遮去了一半。他将包子头上的金簪给取下来，系上那对玉铃铛。如此一来，本是满身的俗气，却是都变成了他这个年纪独有的朝气了，满满的都是青葱的活力与清纯，倒是和这个宴会的主题十分的般配。姑娘好计谋。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儿，才拎起裙摆往外走去。涂嫣然与涂燕雨正和亲近的小姐妹们在门口小声地说着话。嫣然姐姐，听闻你们家那位乡下丫头要被封郡主了，此事儿是不是真的？那是我的三妹妹，她虽然从寺庙中回来，可到底是正正经经的镇国公府的表小姐。哼，不过是仗着投了个好胎罢了，要是没了镇国公府，她可什么都不是。可不是这样，不过她也快失宠了，到时候且看她还怎么张狂。一旁的少女见状，似是有什么内幕，连忙凑了过来。看看她现在地位可是低得不能再低，祖母连让她出来都觉得丢脸。涂嫣然只是摇摇头，脸部微移。嫣然参见四皇子。景子墨今日穿了一身锦袍，他扫了涂嫣然一眼，二人目光对上，皆是露出了一丝柔情蜜意，随后又极快地将视线移开。
涂彦宇仍在与一群少女讨论的火热。这位姐姐在说什么？这般热闹，竟是连四皇子来了都没看到。果真见到清晨脱俗的涂嫣然与四皇子站在一起了。你出来做什么？你怎么披了披风？还有那3根簪子呢？妍妍，你怎么这般不听话呀？怎能糟蹋了三婶的一番心意呢？不是，我只是觉得今日有些凉，便自作主张披了披风。那日凤舞哥哥回来，送了我一对玉铃铛，我想让他开心些，所以便让桑枝将金簪换下来了。哎呀，算了，换什么换啊？难道你非要别人说我们欺负你不成？祖母说担忧我累着了，不想我出来，可是我也担忧姐姐们累着了。大姐姐，你们不会怪我吧？自然不会，但是这里头并没有渊源相熟之人，渊源若是在这待着，会不会觉得烦闷啊？是战王，战王竟然也来了！涂凤七循声望去，果真看到司战正冷着一张俊脸，穿着一身玄色锦袍，步履平稳，缓缓地停在了自己的跟前。听说今日是为了祝贺你即将成为郡主。是呢，祖母最疼我了，这是他老人家和二婶三婶特意为我举办的桃花宴呢。既是为你而办，为何这其中没有与你相熟的人？难不成这是故意在给你难堪？但在场的人无一不缩了缩脖子，默默地往后挪开了几步。不是这样的，祖母和二姐姐他们只是觉得我才回到了昭都中，怕我不习惯罢了。而且比起二姐姐和三姐姐来，我确实没什么朋友，姐姐们开心就好了。包括景子墨在内的众人皆是震惊不已。战王舅舅，你别生气了，这不是有你在呢吗？司战低头看他，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大姐姐，你别不高兴，我也不知道战王舅舅会来。涂嫣然僵硬地扯了扯嘴角。人都到齐了，那咱们进去吧。一行人走进府中的小院，一眼便能看到院中种满了桃花。两个姑娘贵女们带走，却唯独留下了涂凤七一人。公子们则是与涂千然、涂凤舞在一起。傻子！涂凤七低声笑了笑，昂首挺胸往前走去。正好今日便给这银珠见血。而隐藏在假山后的人听到了他那句傻子，更是拧起眉头。仙桃园中，涂嫣然带着一众贵女们漫步花间，各色衣裳在花中穿梭，一时间竟生出些人比花娇的意境来。诸位姐妹，今日的桃花宴是为了祝贺我三妹妹即将成为大昭的郡主。哎，三妹妹呢？三妹妹没有跟上来。大姐姐，我去将三妹妹找回来。二妹妹放心的去吧，有我在呢，我定会好好照顾诸位姐妹的。不过这青桃园中可不仅仅有咱们姑娘们，还有昭都中的公子呢。诸位姐妹可莫要走错了路，误入了公子们的地盘呢。嫣然姐姐放心好了，咱们可都是有规矩的贵女，断不会做出那等子不识大体、有辱闺门的事情。好了，咱们先去赏花吧。涂彦宇往后走了一段路，忽然拐进了一个死角中。身穿青衣的丫鬟连忙迎了上来，眉眼间带着喜色，对着涂彦宇扶扶身。二姑娘，三姑娘还在后头呢，待会儿你去将那两个下人给引开，我要那个贱丫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银珠眸中闪过一丝阴毒。涂彦宇点点头，往外瞥了一眼，若无其事地扭头离开。在他们走后，死角里却是走出了另外两行人。涂凤舞与罗楼站在方才涂彦宇站着的地方，叹了一声道：走吧，去看看他，总不能让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被人给算计了。走，去看好戏。涂三姑娘都要被人给算计了，您竟然还想着去看好戏？涂凤七打了个喷嚏，搓了搓手上冒出来的鸡皮疙瘩，一抬眼便见到银珠正匆匆忙忙地跑过来。三姑娘不好了，锦绣阁中好像进贼了，三姑娘你还是快些去看看吧。什么？怎么办？我还要去和姐姐们会合呢。竟然有人到魏远伯府中来偷东西，姑娘放心，奴婢这边和桑枝去瞧瞧。银珠，你来带路。还是二位姐姐去看看好了，奴婢陪姑娘去找大姑娘他们，奴婢知道路的。不行，你和空青去，我在这守着姑娘。哼，竟然不愿走。姑娘，算了，有银珠在就行了。锦绣阁中有什么你们最是清楚，我倒是要看看是何人敢这么嚣张，竟是将手伸到我这里来了。三姑娘跟奴婢走吧。涂凤七心不在焉的点点头，目光却是一直往锦绣阁的方向飘。里面还有我娘留给我的东西呢，不行，我要去看看。三妹妹，你要去哪里啊？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咱们快走吧，索性大姐姐他们正等着你呢，有什么事儿不能待会儿再说啊？走吧，二姐姐。二姐姐，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放心好了，姐姐还会害你不成？自然是不会的，我相信二姐姐。不过咱们不是去找大姐姐他们吗？这条路似乎不太对呢，是不是走错了呀？应该是那里才对。二姐姐，你的脑子真是不好使，连这个都记不住。你胡说什么？谁的脑子不好使？你竟然敢辱骂我！是二妹妹，咱们过去看看。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二姐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你只是什么？算了，都是一家子姐妹，我不和你计较。真的？涂彦宇眯起双眸，眼见着那几个人已经走到了自己身后，本是虚握着涂凤七的手忽然一紧，另一只手移到了他的肩上，用力一拽，往后倒去。涂凤七尖叫一声，一手拽着身侧的银珠，一手摸了摸头发，向着涂彦宇的身上倒去。银珠躲闪不及，慌乱中只来得及拽了拽涂彦宇的袖子，只听刺啦一声，涂凤七垫着银珠，银珠垫着涂彦宇，滚作一团。捂着自己的胳膊，整张脸都皱了起来。涂凤舞和涂嫣然几乎是同时赶到的，而在三人的不远处，景子墨与一众贵公子们正满脸惊恐地望着地上的人。站得最远的人是司战，正露出白皙无瑕的胳膊，左手捂着右手的手肘处，正巧将里面的桃红色肚兜给展现在人前。二姐姐，他连忙站了起来，扑到了涂彦宇的身旁，张开双手，意图遮住众人的目光。都不许看，滚开，滚开！连忙翻身而起，直躲到了涂嫣然的身后。一定是涂凤七，是他害了我。大姐姐怎么办啊？二姐姐被人看光了，这若是传了出去……闭嘴！依着他们原本的计划，应是涂凤七在一众男子跟前出了丑。随后，涂彦宇再指着那3根别有意味的簪子，趁机指责涂凤七少女怀春，彻底的毁掉了她的名声了。快来人啊，将二姐姐带回去！我双眼一闭，往后倒去。本王方才都看到了，是这丫鬟拽了涂二姑娘的袖子。涂嫣然脸色阴沉，对着围在四周的贵女公子们俯俯身。今日是威远伯府怠慢了诸位，不过眼下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这桃花宴是断断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哥哥，你替我送送诸位姐妹。二妹妹的事情，我还需要去找祖母商议一番。三妹妹其实晕倒了，兰香，你去请大夫来。劳烦大哥帮忙将三妹妹送回锦绣阁了。不必请大夫了，魏毛，拿本王的令牌进宫，去将陈太医请来。今日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无论如何，涂彦宇的名声算是毁了。臣女还有事情，战王殿下请自便。人群已经散开，只余下涂凤七与司战2人。他脚下一空，竟是被人给抱了起来。别动，是我。怀中的小姑娘安分了下来，娇娇软软的身躯似乎是一层云朵一般。东南方有你姐姐的人。涂凤舞远远地跟在后头，不解地望着前头的2人。怎么回事？为何出事的不是涂凤七，而是二丫头？孙女也不知晓是怎么一回事。孙女赶到的时候，只见二妹妹与涂凤七和银珠滚作一团。会不会是涂凤七下的手？这个贱丫头，看来她是留不得了。不是她，战王看见银珠拽下了二妹妹的袖子，想必是那丫鬟力气太大，竟是生生将二妹妹袖子给拽了下来。哼，就算和她没关系，也绝对不能轻饶了她。若不是她拽了银珠一把，玉儿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手？往日我是奈何不了她，可如今连镇国公那头都不管她了，我就不信了，我还不能搓磨一个孤女了。三婶，镇国公那头只是暂时不管她，若是当真她出了什么事儿，保不准那边又心疼了，丢了脸面的人不是你，你自然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替我挑了那套衣服，究竟是何居心？说不定那是有人看上镇国公府的权势，明着是想要算计那贱丫头，其实是想着算计我们三房。这人啊，真是狼心狗肺。呸！三婶这话倒是有意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如今出了事儿，玉儿的名声算是毁了。而锦绣阁中，陈太医替涂凤七诊完了脉，脸色却有些凝重了。王爷，三姑娘的身体出了点小问题，似乎是长期食用寒性食物，体内积了不少寒气，若是不好好调理，只怕日后成亲了要吃上不少苦头。以前在寺庙的时候，姑娘的膳食都是青嬷嬷准备的。要如何调理？待会儿老臣开一个方子，照着方子上熬些药膳，吃上半月，届时老臣再开些蜜丸，也就好了。司战点点头，魏毛便识相的带着陈太医下去了。空青见状，也连忙跟了上去。多谢战王舅舅，说不是陈太医来了，只怕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身子竟是出了毛病了。你爹娘的事情有眉目了？真的是查出了什么吗？外祖父怎么说？哼，你养好了身体，本王自会告诉你。现在不说，之后你可别后悔。不后悔。凤舞哥哥，待会儿还请凤舞哥哥能帮我解释一番。二姐姐出事，可与我没有任何关联。涂凤舞点点头，心中却是忍不住疑惑。战王舅舅可是要一同去上房？司战摇摇头，不了，本王不好在威远伯府中待太久。今日有事，我便不送战王舅舅了。涂凤七也起身，与涂凤舞一同朝着上房而去。哟，渊源来了！府里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有的人竟然还能安安心心在自己院子里待着，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三婶儿，我一醒过来便来上房了。二姐姐的事情是我的错，说不是我拽了银珠一把，二姐姐也不会。祖母，方才他用银针扎我的手。二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没有，祖母我真的没有。
如果不是你，那会是谁？难道银珠一个下人还敢对自己动手不成？你这贱人，分明是你算计了我！眼下我的名声毁了，你高兴了吧？二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还没说，为何二姐姐你要拽我的袖子呢？还有昨夜，桑枝发现我的衣裳的袖子被人动了手脚，若不是桑枝连夜替我将袖子给缝好了，今日出丑的就是我了。二夫人一惊，我本也不想说，这到底是三婶的一番心意，只是今日二姐姐在众人跟前出了丑，我才反应过来，从头到尾，三婶都只想要害我。渊渊，你误会了，你三婶是无心的，咱们是一家人，没有人会害你的。渊渊，你和二婶说说，方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为何你二姐姐会……在二姐姐来之前，银主说我的锦绣阁进了贼，借此将桑枝和空清之走。这是一个意外，烟雨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本王不管。何公公，进来传旨吧。圣旨到，传皇上圣旨。涂家三女忠孝有礼，灵敏淑德，德行娴静，谨慎不亏，特此封为孝安郡主，轻矣。劳烦公公了。战王殿下，奴才先回宫了。哦，方才魏毛进宫找陈太医的时候，正巧遇见了太后娘娘。老夫人一行人的脸色有些难看。恭喜三妹妹了，二姐姐有心了，无论我是不是郡主，咱们终究是一家人。好了，都回去吧，老身乏了。祖母，方才不是说好了，若是不能从我身上搜到银针，二姐姐便要向我道歉。月月，都是一家人，大姐姐知道你心中委屈，可是你瞧，今日你二姐姐也受了不少委屈，不若大姐姐替你向她道歉如何？大姐姐，做错事情的是二姐姐，理应由二姐姐来道歉。战王舅舅，做错事情是不是应当道歉？若是此事传了出去，只怕二妹妹的名声。道歉。对不起。没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呢，我不会记恨二姐姐的。涂艳宇眼皮一翻，眼前一黑，竟是晕倒了。二姐姐今日怕是累了呢。涂凤七走出上房，涂嫣然连忙跟上来。三妹妹留步，只是不知道三妹妹和大哥何时变得亲近起来。大姐姐，外祖父他们不管我了，三婶不喜欢我，我也想有人疼爱。凤舞哥哥对我很好。是吗？大姐姐对我最好，我不想欺骗大姐姐。至于二姐姐为什么会出事，我真的不知道。大姐姐，你要相信我。你想多了，三婶虽然脾气不好，但她定不会害你。今日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大姐姐，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好，你回去吧。回廊下，二夫人姿态端庄，神色倨傲。怎么样？她以为是三房的人记恨她，才想要算计她。她确实是比以前聪明了点儿，不过这点小聪明还不足为惧。娘，现在她已经是郡主了，咱们要不要……急什么？你不是说四皇子还想借着他的事登上那个位子吗？留着他替你铺路，日后你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不过是一个好出身罢了。也不知道四皇子是怎么想的，非看上了他。虽然他亲口承认他是怀疑三房的人，但我们也不能放松了警惕。我记得过几天大理寺卿家有一场小宴。涂嫣然瞪大了双眼，嘴角上扬。女儿都听娘的，到时候不管她是真傻还是假傻，都不能轻易放过她。手揉鼻子打了个喷嚏。姑娘方才为何要与那大姑娘说那些话？奴婢瞧着，大姑娘也未必就是好心。如果咱们一点破绽都没有，那涂嫣然才要怀疑呢。回到锦绣阁中，涂凤七便敏锐地发觉这院子里少了一个人。贱人，去死！去死！什么孝安郡主，不过是乡下来的臭丫头罢了。涂凤七正低头沉思，涂嫣然却是与二夫人对视了一眼。月月，明日你可是有事？我在这招都中并没有什么朋友，明日自然是无事可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明日正好是大理寺卿家的小宴，只是二妹妹不愿意与我一同出门，不知渊渊愿不愿意陪姐姐一同？那当真是太好了，我还从未去过大理寺卿家呢。既是如此，那待会儿二婶将准备好的衣裳首饰给你送过去。姑娘，大姑娘想要做什么？为何想要与您一同去什么大理寺卿的家中？自然是要找回场子了。对了，三房里关着的那个现在怎么样了？人还是活着，只是生不如死罢了。静奴，出来，去将银珠给带出来，他可有大用处。傍晚的时候，二房的人将衣裳送了过来。次日清晨，涂凤七在涂艳宇怨恨的目光下，得意洋洋地跟着涂嫣然登上了马车。大姐姐，我有些害怕。别怕，待会儿你紧跟着我便是，有姐姐在，断不会有人敢为难你。大姐姐，你真好。
门口处早便聚集了不少人。涂凤七拘束地跟在涂嫣然的身侧，羡慕地望着涂嫣然游刃有余地与众人交际。大姐姐，你可真厉害！三妹妹不必羡慕我，日后三妹妹也会如此的。对了，三妹妹还记得四皇子吗？那日桃花宴上，四皇子本想着来见你的，只是后来出了那些事，他才不得不回宫了。姐姐瞧着，四皇子对三妹妹很是不同的。若是妹妹能够成为四皇子妃，定然能叫旁人十分羡慕。那大姐姐呢？大姐姐是不是也很羡慕？四皇子气宇轩昂，大姐姐一定也喜欢他吧？众人一下子停住了嘴，不约而同地看向涂嫣然。三妹妹，你在胡说什么？难道不是？那为何大姐姐要说，若是我成了四皇子妃，大家一定会羡慕我的？大姐姐温柔端庄，与四皇子殿下才最是般配呢。哼，什么般配？一个没落的微远伯府的姑娘，也配得上四皇子殿下？你胡说！我们微远伯府再不是没落了，有二哥哥在，微远伯府一定会辉煌起来的。你家里人都是这么跟你说的？四皇子这等人物，也是你们这种小户人家的姑娘能肖想的，简直可笑！傅红英，你……大理寺卿夫人很识相的出来打圆场。诸位姑娘都是昭都中鼎鼎厉害的贵女，四皇子殿下气宇轩昂，会动心亦是平常。不过咱们今日这小宴可不是用来讨论四皇子殿下的，便趁着今日好好的展示一番自己的才艺，也叫四皇子殿下知晓，咱们昭都中的姑娘也是德才兼备的。众人自然应下。哼，无趣。幸灾乐祸的人群散去，涂凤七仍是茫然地站在原地。与他站在原地的还剩一个身穿火红色长裙的少女。你那个姐姐不是什么好人，什么样的人拉什么样的屎，以为她伪装的好，别人就都看不出来了。你还是离她远点儿，免得日后被利用了都不知道。我知道了，阿乌。别和我套近乎，我可不想跟你们这些唧唧歪歪的小姑娘来往。这小娘子真是腻歪得很，怨不得镇国公那般宠爱她。涂凤七掩嘴而笑，懒懒散散地跟在后头。涂嫣然与二夫人很早便坐在宴席上了。见着涂凤七进来，嫣然过来。大姐姐，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想。算了，人心险恶，你才从寺庙中回来，不知道昭都中的情况。大姐姐放心，我再也不会在外面胡说了。涂嫣然嗯了一声，转而将目光投向站在中央表演才艺的少女。一曲羽衣霓裳，傅红影身姿曼妙，脚步轻快，舞衣飘动。涂嫣然搭在膝盖上的双手已然握紧了。她也没有多厉害，我觉得大姐姐才是最好的呢。月月别胡说，我瞧着富家妹妹的霓裳舞确实十分的不错。一曲舞毕，傅红影挑衅地朝着涂嫣然哼了一声。涂嫣然柔柔一笑，如沐春风般踱到了众人的跟前，俯身道：富家妹妹这一曲霓裳舞当真极妙，嫣然在舞蹈上的造诣不如富家妹妹，便不与富家妹妹比试了。不过嫣然近日正在学古筝，便献上一曲高山流水好了。哼，你这是甘拜下风了？那你可得好好的说道说道，谁才是与四皇子最般配之人呢？富家妹妹不要再胡说了，天家的事情岂是咱们能议论的？三妹妹才从寺庙中回来，不知晓这些道理，难道富家妹妹也不明白？切，别拿我跟那个土包子比，什么郡主啊，不过是……低声道了一句，破了户后，百般不愿地闭上了嘴巴。涂凤七隐晦地朝着凤舞笑了笑，圆圆的杏眼中满是依赖的光芒。凤舞不大自然地撇开头，假装在专心地看着正准备表演才艺的涂嫣然。涂嫣然很快便准备好了，只见她素手轻扬，稳稳地落在古筝上，轻轻一挑，清亮悠扬的乐声便从她的手下发了出来。涂嫣然面上带着一如既往娇柔的笑意，一众贵妇人面上皆是露出了欣赏的神色来。一曲毕后，涂嫣然身姿袅袅地站起身来。嫣然献丑了？哼，得意什么？有本事让你们府上那个土包子来啊！终于来了啊！三妹妹不爱这些，富家妹妹不要强人所难。原来可以学才艺，可是都没有人和我说过啊。二婶儿，我能不能学跳舞？富家姐姐好厉害啊！不过大姐姐的曲子倒是更胜一筹呢。你大姐姐自然是厉害，自己倒是德才兼备，只是对待自家姐妹可当真是半点都不客气。我说孝安郡主，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人家分明是在打压你呢，你听不明白你大姐姐说的话是吧？不是的，我大姐姐不是这样的人，你们误会了。涂嫣然满脸苍白，不知应作何反应。而二夫人则是阴沉着脸，你大姐姐就是这样的人，你傻不代表着咱们也傻。闭嘴！你不知道便不要胡说，我大姐姐是个好人。你她话还未说完，双眼一黑便跌倒在地。凤舞离她最近，自然是上前把她扶了起来。她晕倒了，我先送她回去。不必了，还是本夫人亲自送渊源回去的好。是本夫人疏忽了，本以为渊源不爱学这些东西，便没有给她请先生，没想到造成了这样的误会。
们的小宴还未结束，我也算是渊渊的表姐，夫人还不放心我不成？马车缓缓朝前而去。方才多谢你了，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现在顺道送我回去。我还得多谢你呢。要不是你替我说话，我还不能那么快脱身。阿乌，再帮我一回如何？你还要我干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是你要来镇国公府上的。别给我惹麻烦。凤舞从马车上一跃而下，火红的裙摆飞扬。凤舞姑娘是来找国公爷的吗？不是我，是你们表小姐出事了。他来做什么？国公爷可不想见这个灾星。车夫侧目，心中兀自揣测了一番，终于是确定了，原来三姑娘是真的失宠了。她方才晕倒了。晕倒？算了，让她进来吧，总归是国公爷的外孙女儿。多谢小哥。哎，可别，我这当奴才的可受不起涂三姑娘的大礼。好了，您想要见国公爷就跟着奴才进去吧，不过这国公爷愿不愿意见您，奴才可不敢保证。我只想见外祖父一面。太夫人说了，在威远伯府的人跟前，所有人都不能露出破绽。我懂。一行人走到了正房的门前，凤舞寻了个借口，扭头去寻堂哥们切磋去了。哎呦，渊渊，你怎么来了？阿武说你方才晕倒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不是，我是装的。外祖母别激动，他们奈何不了我。不过，我来见外祖母本是冒险之举，待会儿还望外祖母能帮我一把。涂凤七在镇国公府待了小半个时辰，进去的时候娇娇弱弱，出来的时候却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涂三姑娘日后莫要再来了，国公爷是不会见你的。外祖父竟是绝情至此吗？我是他唯一的外孙女，他竟能当真不管我？国公爷虽是绝情，但太夫人可舍不得你受苦。涂三姑娘请回吧。我知晓了，是渊渊不孝。回到威远伯府中，车夫来不及歇息，便直接去了上房。那侍卫当真是那么说的？那侍卫确实是这么说的，只怕不是装出来的。待到二夫人母女回来后，与老夫人一合计，便确定了对涂凤七的态度。很显然，涂凤七还是那个愚笨无知的涂凤七。锦绣阁中，涂凤七正闭着双眼。奇怪，好像又少了些东西。放心，丢了的东西迟早是要还回来的。如今也该是咱们反击的时候了。这锦绣阁的下人也是时候清理一番了。姑娘说的是，奴婢昨日见着三夫人手上戴的镯子，似乎就是姑娘梳妆盒中的物件。自从大理寺卿家归来后，为堵住悠悠众口，二夫人不得不替涂凤七请了女先生。大抵是仗着自己学了2日规矩，心中有了底气，涂凤七就开始在府中上蹿下跳了。渊渊啊，听说这几日你似乎很忙啊，你那锦绣阁这几日动静不小啊。你现在忙着换下人，这是对府中长辈不满的意思？胡闹！下人岂是说换就能换的？不是三婶想的那样。先前阴珠不是说锦绣阁中进贼了吗？这段时日我发现锦绣阁总失窃，但问了院子里的下人，却又无人承认。既然下人们不老实交代，我身为锦绣阁的主子，自然是要小惩一番的。至于三婶说的换下人，我确实有这个想法。渊渊，锦绣阁失窃，说不定当真与下人们无关。二婶多虑了，我是半点都不在意这名声。上回在那大理寺卿的府上，我便已经是丢了脸面了。何况桂嬷嬷说了，身为主子，我本是有主宰下人们生死的能耐的。锦绣阁失窃，若不是下人们监守自盗，还会是咱们府上进贼了不成？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你别一口一个桂嬷嬷，不过是学了2天的规矩罢了，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既然这样，那就搜吧。若是从我院子里的下人身上搜出了不见了的东西，那我就不换下人了。不行。哦，为何不行？难不成这件事情又与三婶有关？既然渊渊想要换下人，那便换吧。你说的对，锦绣阁是你的地盘，既然连几个东西都看不住，那要那些下人又有何用啊？3日后，二夫人一行人终于安排好了一切，神婆子如期而至。神婆子身后跟着10来个少女，容貌既不出众，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涂凤七一眼扫过去，目光落在最后那个梳了双压髻、面容温婉的少女身上。是她。素来听闻涂三姑娘是个心善的，今日一见，果真是如此。这些女孩啊，可都是顶顶好的，三姑娘随便挑，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只管提出来。劳烦嬷嬷了。她从这一派少女的跟前走过，涂凤七看似随意，实则十分仔细地挑走了5人，其中有3人是威远伯府中各房安排进去的人。爷爷的眼光果真是好。姐姐又在打趣我了。人婆子见状，知晓涂凤七是选定了，正欲告辞。咦，嬷嬷，等等，这个也留下，他和我眼缘。爷爷说留下，那便留下吧。
既然涂三姑娘想要留下她，那便留下好了。送走人婆子，涂凤七带着新买来的丫鬟回了锦绣阁。你跟我来一会儿，我有事情找你。少女战战兢兢地跟在涂凤七的身后，渐渐远离了方才那一行人。涂凤七直接带着少女来到了书房中。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叫素洁。从今日起，你便跟在我身边当个二等丫鬟好了。奴婢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若不是姑娘将奴婢从嬷嬷手中要了出来，奴婢便要被嬷嬷给卖到青楼了。姑娘要小心，姑娘的人当中混进了些不干净的人，姑娘一定不要被这3个人给害了，他们都不是好人。若是我让你杀了他们，你会怎么做？什么意思？姑娘就是要我去杀人？我都听姑娘的。好了，你下去吧，桑枝会安排好一切，你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只管与他说便是了。素锦应声而下，涂凤七心中却是翻起了惊涛骇浪。入夜，涂凤七与3个丫鬟，除了桑枝和空青，还包括一个唤作连翘的新人，来到了锦绣阁的柴房中。早在好几天前，涂凤七便已吩咐了静奴将银珠给带回来。三姑娘，很意外，听说你这几日在三房那儿可吃了不少苦头。奴婢错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没错，错的是我太纵着你们这些下人，才会叫你们忘了谁才是你们的主子。银珠瑟瑟发抖，咬着下唇不知所措。她从未想过三姑娘竟是有如此的本事。你知道锦绣阁中那些叛主的下人们如何了吗？有3个嬷嬷在被发卖的路上出了意外，死无全尸；5个丫鬟，3个被卖到了窑子里；3个小厮现下正吊在镇国公府的暗牢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银珠打了个冷战。姑娘，奴婢是被逼的，是三夫人派人威胁奴婢，若是奴婢不帮着他们便要杀了奴婢，求姑娘饶过奴婢这一回。哼，他们要你性命，你便能为着自己起了伤害姑娘的心思？你叛主还有道理了，对吧？不是的，姑娘不是没事吗？看来你还没学乖啊。既然如此，那便回到涂艳月的柴房中待着吧。姑娘，她扑在地上。姑娘，求求你不要让奴婢回去，奴婢知错了，姑娘开恩呐。知错？我怎敢求你们知错？叛主的下人，我本不该留你。姑娘，你要奴婢做什么，奴婢都答应。求姑娘饶过奴婢这一回，奴婢不要再回到那柴房中了。既然想要活命，那你好歹也得有活下去的价值才好。奴婢能帮着姑娘对付那些想要害姑娘的人，所有人都想害姑娘，奴婢能帮姑娘找出那些想要害姑娘的人，还能给姑娘当探子。你本就是别人安排在姑娘身边的探子，我们如何相信你？姑娘，求你相信奴婢一回，奴婢再也不会背叛姑娘了，求你。那你说说，谁想要害我？所有人都想害姑娘，单凭借三夫人，断不可能想出害姑娘的法子。这一切都是二夫人和老夫人的主意。奴婢可以回到三夫人身边，替姑娘盯着三夫人和二姑娘。你凭什么以为我一定需要你？我没有你，一样能盯着三婶和二姐姐。如若不然，你以为我为何会知道那衣裳有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奴婢愿为姑娘所用，只要姑娘饶过奴婢一回，奴婢誓死效忠姑娘，此生绝我二心。但愿你能记得你今日的誓言，我能救你，也能杀你。奴婢定不会再背叛了姑娘。从柴房中出来，姑娘，银珠当真能信任吗？至少目前她还不能与我为敌。就在魏远伯府中的水被涂凤七越搅越浑的时候，镇国公府一时不平静。那人真是这么说的？哼，咱们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的流寇之一，说不定那人是为了逃避责任才会这么说的。不大可能是在骗咱们。那人是镇国公亲自擒住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更是直接自刎在了自己的跟前。而且那句幕后主使无人能招惹，怎么听都觉得不大对劲儿。没想到渊渊说的竟然是真的。只是如果线索就这样断了，那玲珑和魏远伯的死该向谁追究啊？究竟谁是幕后主使呢？又是谁害了我的玲珑？夜深人静，无眠的人却不仅仅是镇国公府上的众人，还有战王府的战王殿下。阿战，自你回到昭都后，似乎还不曾去拜访过太后。明日你进宫吧。司战正在低头擦拭自己的刀剑，闻言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便不再回答。听说最近你很关注一个姑娘，先前还特意让魏毛去太后跟前替她说了些好话。不过是一个晚辈罢了，论辈分我还是他舅舅，您想多了。胡说！若当真是当人家是个寻常的晚辈，为何还给国公爷送了一个精心培养的暗卫，让国公爷将人给安排到了涂三姑娘的身边？听说那冷冰冰的丑丫头
现在有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叫什么连翘的。很快你便积弱冠了。时间过得真快，当初本王将你带回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小的团子，一转眼当年的小团子便已经长大成人了呀。记得你幼时也不是当真讨厌女人，只是呢，外头的那些女人总在你跟前说你是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小子，霸占了王府继承人的位子。不过本王是没想到，这竟会让你从此对女人敬而远之。您不讨厌，为什么不找一个女人？司战目光冰冷，手指不自觉地按着剑柄。其实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老王爷从来没打算瞒着他，他的身世远不只是那么简单。相反的是，他的身世很复杂，足以叫所有人震惊。毕竟他是内卫的儿子，这也是为何当今圣上会如此忌惮他了。你这臭小子，你以为本王不想找？只是人这一颗心呢，也就那么丁点儿大。既然已经装了一个人，怎么还能容得下别人呢？人这辈子若是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不要去将就，免得既害了无辜之人，又叫自己不痛快。世间最是伤人的便是一个情字了。不过为情所困，能换来你这个儿子，本王觉得值了。阿占，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可如何勾搭小娘子？你可不要学父王孤老终生啊！不知为何，司战脑中竟然闪过了一张稚嫩却明艳的小脸。孤独终老，也许吧。明日你进宫去见他，一定不要在他跟前提起本王来，不然他又该是要愧疚了。这辈子他除了欠我一世感情之外，别的本王都不想要。阿占呐，女人都是麻烦，你讨厌女人是对的。喝了2口小酒，老王爷便又开始胡言乱语了。转身走到庭院中，四周幽静。司战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不喜欢去见那人，每次只要自己一进宫，老王爷便要发一回疯，光是想想便觉得头疼。北毛，一道黑影闪过，属下在。渊渊，涂三姑娘那边怎么样了？果真还是关心着人家小姑娘的吧？连翘现在是涂三姑娘的贴身侍女，涂三姑娘身边有3个是别人安排的探子，不过涂三姑娘的人都很聪明，那3人被安排在了无法接触三姑娘的位置上。有一个2等丫鬟似乎与三姑娘有些渊源，现下负责与那3人套近乎。除了咱们的人和劲奴，还有一伙人马在暗中观察着三姑娘。若是不曾伤了她，不必理会那伙人。司战勾了勾嘴唇，心情总算是好了点。不知道说是明日让那小丫头进宫来陪自己，会不会有趣儿些？不过最近她似乎很害怕见到自己，分明一开始还刻意想要与自己亲近，只是在见到景子墨后忽然改了态度。最近四皇子的动作倒是有些频繁，不知道皇兄是不是知道这件事？属下明白，皇上很快就会知晓这件事的。司战满意的点点头，心情越发的好了。说要银珠活命，那他定要对涂燕羽有利用价值才好。涂凤七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但他还未来得及去找银珠商量，便被太后娘娘给召进宫了。站在慈宁宫的殿中，涂凤七身穿樱桃红宫装，臣女涂凤七参见太后娘娘。上手端坐的女子身穿水绿色衣裳，容貌端庄秀丽，眼角上带着细细的皱纹。司战薄唇微扬，果真是如此。这有趣的小娇气包一来，总能叫他觉得无比的开怀。太后声音柔柔的，带着叫人觉得无比舒心的暖意。涂凤七规规矩矩的应了一声：“是。”呀，怎么又遇上了？战王殿下。不是战王舅舅。战王殿下别取笑臣女了，那是臣女年幼不懂事儿，才会胡乱叫人。哼，涂三姑娘这是要翻脸不认人了。看来先前在威远伯府中，是本王误解了涂三姑娘的意思了。本王还以为比起旁人来，本王是不同的。座上的太后目光灼灼，涂凤七头皮发麻。给孝安郡主看座。阿战，别捉弄孝安郡主了。战王舅舅，你在我心中是不同的，只是在太后娘娘跟前儿，我不敢没了规矩。你多虑了，她会喜欢你的。战王舅舅，你不高兴啊？那我错了还不成？大不了我不要这郡主的名号了，我下回再也不会不搭理你了，你别生气啊。好好什么呀？
是不生气，还是让我不要这郡主的位子了？多说一句话会死吗？太后早已停下了与嬷嬷的交流，眼下正笑意盈盈地打量着殿中那二人。渊渊与阿战是在说什么？为何这般高兴啊？不如也与哀家说说。没什么，是在哄战王舅舅呢。战王舅舅生气了，可不能让他吓着了这殿中的漂亮姐姐们。胡闹！方才不是还说要讲究规矩？这不都是你害的？哼！叫气爆！司战再度伸出魔爪，将涂凤七的小脸揉成一团。阿战，别欺负人家小姑娘啊！哀家记得你似乎是玲珑那丫头的女儿。太后娘娘好记性，臣女的娘亲正是凤玲珑。娘亲和爹爹在一起，应当是开心至极的。是啊，能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生死何惧呢？他扭头望着司战，调皮的眨眨眼。司战眸光一暗，喉结动了动，将脸侧开，镇定地望着站在一旁的魏毛的脚。呀，耳朵红啦！哼，大概是见着自己与司战斗趣儿，碰巧入了太后娘娘的眼。涂凤七竟然得了能留下来与太后娘娘一同用午膳的殊荣。用过午膳，涂凤七晕乎乎的带着太后赏赐的东西，乘着步辇出了宫。司战还在慈宁宫中。镇国公的外孙女儿倒也是出色。阿战，要哀家如何做，你才能对哀家多些耐心呢？您什么都不必做，您是太后，我是臣子。您什么都不必做，您是太后，我是臣子。哀家在你跟前，甚至不如一个外人。他现在怎么样了？自打你离开昭都之后，他就再也没踏进哀家这慈宁宫一步。好与不好，您会不知晓吗？既然对他无心，您为何要问起他来？您知不知晓，每回本王进宫来，他都要伤心一回。哀家，您不必向本王解释什么，一切都是您的选择。他这般也是自作自受。若无事，本王便先告退了。王府中还有事情未处理，本王近来都没什么空闲了。是哀家错了，哀家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多看哀家一眼啊？司战耳聪目明，闻言只是脚步微顿，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慈宁宫。另一头，涂凤七的出宫之路并不大顺畅。步辇从慈宁宫出来后，便在公道上遇见了进宫请安的四皇子景子。另一头，涂凤七的出宫之路并不大顺畅。步辇从慈宁宫出来后，便在公道上遇见了进宫请安的四皇子景子墨。景子墨眸中闪过一抹暗光，双手背在身后，颇为有礼地朝着涂凤七笑了笑。涂凤七只得从步辇上下来，行礼道：“臣女见过四皇子殿下。”渊渊与本皇子不必如此生分，能在这宫中遇见渊渊，当真是咱们的缘分。四皇子殿下说笑了，臣女不敢当。渊渊是在怪罪本皇子吗？那日在桃花宴上，本皇子本也想帮你的，只是本皇子怕，若是当时本皇子开口替你说话，反倒替你惹了麻烦。殿下多虑了，君臣有别，何况臣女如今也快及笄了，殿下还是莫要与臣女太过亲近为妙，省得旁人还当臣女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是了，及笄了好，是本皇子莽撞了。不过像渊渊这般可人的小姑娘，想必想等渊渊及笄的人，应当是不少吧。殿下自重，臣女还有事，便先回去了。渊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臣女以前是怎样的，殿下又是如何知晓的？是跟在殿下身后，像个傻子一样等着殿下回头？渊渊，你误会本皇子了。渊渊，你误会本皇子了。渊渊，景子墨伸出手想要拽住涂凤七的双手，涂凤七皱紧了眉头，连连后退了好几步。大庭广众之下，殿下还想要强人所难不成？渊渊，你听本皇子解释，这3年来本皇子无时无刻的不在念着你。上次桃花宴，本皇子之所以会去，正是想要见你一面。本皇子待你是真心的，待到你及笄，本皇子便向父皇请旨。四皇子这是在做什么？你不是出宫了吗？涂凤七缩了缩脖子，他总有一种被捉奸的难堪。四皇子殿下不知怎么了，竟是拉着臣女说了些不着调的话。桂嬷嬷说了，女子的名声最是重要。皇兄若是知道他的皇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一个小姑娘，四皇子猜皇兄会如何？皇叔，是本皇子莽浪了，孝安郡主莫要见怪。四皇子客气了，战王舅舅可要一同出宫？司战想了一会儿，点点头。司战何时竟与涂凤七这般亲近了？方才涂凤七乘坐的步辇，应该是慈宁宫的，难不成他今日进宫来，还与司战有关吗？从步辇下来，换上自己的马车。战王舅舅，我不喜欢四皇子，是他胡说八道呢。司战嗯了一声，涂凤七笑了笑，将脑袋收了回来，规规矩矩地坐在马车内。姑娘入了太后娘娘的眼，回到府里头还不知道那些人会怎么对付姑娘呢。他们心中不舒坦才是最好呢。下了马车，锦绣阁中的下人便将马车上的东西搬了回去。涂凤七素来亲近二房，
如今更是当着三房的面，将一部分太后赏赐下来的东西分给了涂嫣然与二夫人，只气得三夫人与涂嫣雨连声叫骂。回到锦绣阁中，涂凤七便去见了还在柴房中养伤的银珠姑娘。涂凤七点点头，坐在银珠的正对面，目光深沉。你消失了也有一段时日了，现在是时候回去了。这么快？可是若是奴婢这般便回去了，二姑娘一定不会放过奴婢的。我当然不会让你就这样回去。若是要涂烟雨对你手下留情，你便要对他有利用价值。对了，你知晓我今日进宫见了太后娘娘吗？太后娘娘还赏赐了我好些东西。姑娘的意思是，现在姑娘出了风头，二姑娘定会记恨姑娘。只是今日我入了太后娘娘的眼，更叫她觉得非要除掉我不可了。你过来，我有话与你说。小姑娘声音软糯，在她耳边低语了一阵。银珠越听越诧异，忍不住瞪大了双眼。姑娘的意思是……好了，你等我的消息吧。拎着裙摆，步履轻盈地走出了柴房。姑娘，奴婢有话想对姑娘说。姑娘，奴婢觉得姑娘日后还是离四皇子远一些好。你为何会这么想？奴婢知晓，奴婢本不该多嘴的。只是今日姑娘与战王殿下出宫时，奴婢觉得四皇子殿下看姑娘的眼神很是奇怪，就像是个猎人在看他的猎物一样。只是他竟然只一心想要博得姑娘的好感，却不顾姑娘的名节，怎么说都不是君子所为。连翘，你觉得呢？连翘，你觉得呢？姑娘不是心中有数吗？四皇子若是当真为姑娘着想，今日便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来。奴婢瞧着四皇子双眼浑浊，只怕这心里头不知藏了多少坏事呢。四皇子如何，我都知晓，你们不必担忧我。空青提着裙摆走远，涂凤七与两个丫鬟说说笑笑，却是不曾注意到墙角处飞快地闪过一抹青灰色。什么？那贱丫头今日见了四皇子？你没听错，他们当真是这么说的。奴婢只听到了宫中与四皇子之类的字眼，不过看三姑娘和桑枝姐姐的神色，似乎是当真见到了四皇子。那柴房中关着的是何人？奴婢不敢上前细瞧，三姑娘和桑枝姐姐一直待在门口，奴婢怕会暴露了踪迹。算了，你便安心在锦绣阁中待着好了。你回去之后，记得要多与锦绣阁中的丫鬟们套近乎，替大姑娘办事，总不会吃了亏去。白薇连连应下，神色雀跃地回到了锦绣阁中。你方才去哪儿了？这府中可不比别处，被旁人瞧见你擅离职守，你便要受罚了。羡慕吧？你若是能帮我打探出柴房中关着的人是谁，我便能替你在那位跟前替你说好话。待会儿见到桑枝姐姐，可要与她说说这事。入夜后，涂凤七躺在自己的床榻上，抱着锦被，呆愣愣地望着罗帐顶。他闭上双眼，呼吸渐渐平缓。到了半夜，锦绣阁却忽然骚动了起来。是柴房出事了，大家都知道了吗？宫妹只是半刻钟前，打扫院落的下的丫鬟白薇不知怎么的走到柴房那头，误打误撞打开了柴房的门，然后银珠便逃了出来。这白薇可当真是个可造之材。院子中早便灯火通明了。出了什么事情？这两个丫鬟怎么了？我也不知晓，只是这锦绣阁忽然就闹起来了，我还未来得及开口问呢，二婶便来了。哼，你这院子的下人可真是够有规矩啊，大半夜的都能闹起来。我也不知晓怎么会这样。只说白薇将柴房的门打开，受到了惊吓。姑娘，奴婢知错，奴婢不该打开柴房的门，求姑娘放过奴婢，奴婢不知道柴房中……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到柴房去做什么？误了我的事情，我定要你好看。来人啊，将白薇拖下去。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到柴房去做什么？误了我的事情，我定要你好看。来人啊，将白薇拖下去。不，姑娘，奴婢知错了。圆圆，要不便算了吧，这大半夜的闹出那么大动静，明日在老夫人那儿也不好交代呀。这样吧，二婶做主，罚他1个月月银算了。白薇愣愣地张大了嘴巴。可是他吵到我睡觉了。二婶，这般没规矩的下人，按理说应当打死了丢出去才是。姑娘，奴婢愿意受罚，求姑娘饶奴婢一命。算了，看在二婶的面上，我便放过你一回。哎呀，真是烦人，大半夜的也不嫌闹腾。夜深了，圆圆好好歇着吧，明日记得去上房请安便是。好，二婶也快些回去吧，也莫要累着了。锦绣阁外，一个身影飞快地闪过，很快便追上了二夫人一行人。怎么样了？好像是柴房中关了什么人，被白薇给放了出来。夫人，咱们要不要查清楚？明日再说吧。夫人说的是。一夜再无话。次日清晨，素锦将早膳放下后，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低眉顺眼地等着主子用膳。昨日多亏了素锦，若不是素锦来报信，咱们还不知晓白薇竟然有这等心思呢。这是奴婢该做的。白薇似乎是大姑娘的人，昨日她出去之后便拿着些碎银子回来，
不仅是如此，他竟还想着叫奴婢替他打探消息。姑娘是奴婢的恩人，奴婢如何能答应？三房那头应该知晓我关押着的是何人了吧？这个贱婢竟然还敢回来！怎么，是外头待不下去了，叫你忍不住想起我这三房的好来了？还是你又暗地里成为了谁的人？如今回来不过是向我示威罢了。姑娘，奴婢终于逃出来了。姑娘不知晓这几日，奴婢在锦绣阁中待着是如何煎熬。锦绣阁的柴房？是的，奴婢这几日都在锦绣阁中，只是三姑娘的人看得紧，奴婢才寻不到机会回来。若不是白位，奴婢便见不到姑娘了。哦，在锦绣阁中待着有什么不好啊？你本就是三妹妹的人，回到你主子身旁不是好事吗？姑娘莫要折煞奴婢，奴婢是姑娘的人，怎会回到主子身边？三姑娘想要奴婢监视姑娘，奴婢便是再狠心也不忍如此啊！奴婢断不能背叛了姑娘。监视我？哼，那贱丫头竟然起了这等心思。奴婢不能背叛了姑娘。奴婢虽然是锦绣阁的人，只是这段时日以来，奴婢便早已心里认可了姑娘。他是按着三姑娘的交代说的话，也不知二姑娘会不会相信。窗外的空气带上了丝丝燥热，涂凤七倚在窗前，闭着双眸，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腿上轻轻敲打。4月份了吧？涂凤七忽然出声询问，引得3个丫鬟一同侧目，连连点头。他只问了这么一句，便又闭上了双眼。丫鬟们不知他想要做什么，便当他们都以为涂凤七不会再说话时，4月，今年的状元已经出来了吧？因着他躲过了魏远伯府众人的算计，历史的轨道一时有些错乱。不过在大事上，大抵是不会出错的。姑娘对这些也感兴趣啊？今年的新科状元可是一位郡公子呢，听闻是叫什么杜康，正与美酒同名。杜康，他自然是知晓，那人叫杜康的。他叹了一口气，复而又闭上双眼。当夜，王爷，三姑娘不是在寺庙中待了3年，怎会好像认识这新科状元一般？三姑娘当真是奇怪的很，明明看着像是一个十分无害的小姑娘，可单纯可天真了。只属下似乎看错了眼，三姑娘说不得是个有大作为的，只可惜听闻三姑娘曾经痴恋过4皇子。你很闲吗？已经闲到要说一个小姑娘的旧事才能度日了。属下很忙，非常忙。话毕，身形一闪，便不见了踪影。你很闲吗？已经闲到要说一个小姑娘的旧事才能度日了。属下很忙，非常忙。话毕，身形一闪，便不见了踪影。自己方才是怎么了？怎么听到那个娇气包曾经痴恋过景子墨，自己竟会这般不喜？这情绪于他而言很是陌生。大抵是知晓自己与涂艳宇之间产生了嫌隙，涂嫣然竟是主动去找了涂艳宇。过2日，我要约上涂凤七一同去垂钓，你可莫要再冲动。若是将人推下了水，我绝不会轻饶了你。别忘了，涂凤七可不会服水。若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咱们都不会好过。涂嫣然说完，拎起裙摆便往外走。门外暖阳微热，他勾了勾唇角，低声轻喃：“二妹妹，姐姐可都提醒你了，你若是再不知傻，可怨不得我。”涂艳宇愤愤不平，眼珠子一转。方才涂嫣然说那贱丫头不会服水。丫鬟们连忙点头。涂艳宇面上露出了一个十分诡异的微笑，阴恻恻道：“哼，不会服水，倒是个好主意。”涂凤七才用了晚膳，银珠便偷偷摸摸的来到锦绣阁中了。姑娘，今天大姑娘去找了二姑娘。涂凤七才用了晚膳，银珠便偷偷摸摸的来到锦绣阁中了。姑娘，今天大姑娘去找了二姑娘。银珠将今日涂嫣然对涂艳宇说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垂钓，姑娘，这定是大姑娘的阴谋。不若姑娘装病如何？装病？我为何要装病？你下去吧。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很好，不过现下他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理清自己与司战之间的关系。哎，我曾听人说浮生大师最是灵验，似乎还能看透前世今生，这是真的吗？奴婢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听人提起过，似乎浮生大师已经活了近200年了，只是这容貌却仍是如少年一般。大抵是因着如此，大家方会说浮生大师最灵验吧。连翘没敢说，自己自幼便待在暗处，是要成为司战手中的利剑的。不若咱们找素锦问问。不必了，我不过是随口问一句罢了，事后若是有机会去那寺庙再说吧。第2日，涂嫣然果真亲自来邀了涂凤七，2日后一同去垂钓。大姐姐的意思是二姐姐也会去？都是一家姐妹，三妹妹可莫要因着一时的气恼便与自家人生分了。你与二妹妹之间大抵是生了误会，正好能趁机解释清楚。既是应下了涂嫣然的邀请，便定是要好好的准备一番的。到了那日，威远伯府的3个姑娘各自带上丫鬟，浩浩荡荡的往净月湖赶。涂凤七和涂艳宇仍是默契的不搭理彼此。马车在净月湖旁稳稳的停下，涂嫣然带着2个妹妹走了出去。3人不急着走，只等着下人们将东西都备好，才是慢悠悠的晃过去。4月微风带着丝丝燥热，但却并不多难受。涂凤七双眼紧盯着湖面，注意力却都在涂艳宇与涂嫣然这2人身上。他摸不准这2人想要做什么，却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净月湖果真美得很，
可惜这些鱼儿太聪明了，即使一条也不上钩。涂艳宇心中怀了些心思，瞥了一眼自己身侧的水桶，又四下打量了一番。二妹妹怎么了？察觉到涂艳宇的神色不大对劲儿，涂嫣然心中一喜。涂艳宇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只这回他想的却是，若是涂凤七死了，自己再与镇国公走得亲近些，是不是他也能成为曾经的涂凤七？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便怎么也压不下去了。这些鱼儿当真是聪明过头了，不如让下人们在这看着，咱们四处走走。点点头，也好。涂艳宇面上则是欣喜若狂，他下意识地舔了舔红唇，露出一个十分诡异的笑容来。方才他还在想着要如何将涂凤七给带走呢。既然这样，那咱们便走吧。若是再讨论下去，都要到回府的时辰了。涂艳宇压抑住心中的狂喜，木着脸点点头。净月湖小有名气，这四周的景致自然也是不差的。涂嫣然走了一会儿，望着前头的二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大抵是看得太过专注，他竟是忘了注意自己的脚下，一个踩空，整个人都倒在了地上。大姐姐，你没事吧？我的脚好像扭到了，要不你在这等着我们不远走，只在前头玩。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些。三妹妹，你要记得不要靠近湖边啊！三妹妹，你要记得不要靠近湖边啊！涂凤七几乎可以肯定，这二人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大姐姐不去，我与二姐姐有什么意思？你们二人之间正需要时间来好好的说说话。三妹妹，二妹妹没有恶意的，她只是说话比较直罢了。没错，我正好也想与三妹妹好好说说话呢。三妹妹不和我一同去玩，莫不是在记恨我？若是如此，那我向三妹妹道歉好了。可是将大姐姐独自一人丢在这儿，是不是不大好啊？若是出了什么事情，那无碍的，有兰香陪着。若真是遇到个什么事儿，我定然会兰香找你们去。快去玩吧，不用理会我。那我让空青出去看看有没有大夫，顺便去叫几个丫鬟进来，省得待会儿当真遇着麻烦了，咱们处理不来。涂凤七对着空青使了个眼色。姑娘，奴婢担忧空青不知晓要去哪儿找人，正巧奴婢曾经在这附近住过一段时日，不如让奴婢去吧。涂凤七这才一步一回头的跟在涂艳宇身后，朝着湖边走去。也不知晓涂艳宇是怎么走路的，竟是当真带着涂凤七来到了湖边。三妹妹，我听闻镇国公似乎不大喜欢你了，恕姐姐多嘴啊，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二姐姐问这些做什么？外祖父是怎么想的，我又怎么会知晓？不是我说你啊，若是镇国公当真不喜欢你了，这其中定是有什么缘由。镇国公府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倚仗呢。是吗？那想必二姐姐也应是十分的想要这倚仗的吧？我想不想要跟你有什么关联啊？这不是二姐姐想要问我的吗？怎么就生气了？二姐姐，我不能再过去了，前边便是湖边了。三妹妹怕什么？我还会害你不成？前面风景可比这儿更好。涂凤七一慌，连忙拽着空青的袖子想要停下。我不能过去。二姐姐，你究竟想要干什么？空青，快救我！空青也有些慌了。三妹妹怕什么？我都说了我不会害你了。银珠，去和空青说说话。还有几步，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从此，他便再也不必忍受愚蠢的涂凤七了。他一定要让这个贱丫头死在这儿。二姐姐，你要做什么？空青，快救我！二姐姐，你要做什么？空青，快救我！涂嫣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双手服服帖帖地放在双膝上。他侧过脸来，露出了一个完美的笑容。真是吵得很。姑娘说得对，不过想必很快就不会吵了吧？兰香话音方落，桑枝便带着几个丫鬟，并着两个身穿华服的贵公子匆匆奔了过来。王爷，六皇子，大姑娘，是不是我家姑娘出了什么事？奴婢好像听到姑娘的呼救声了。怎么会呢？三妹妹没事，定是你听错了。若三妹妹有事，我怎么还会坐在这儿呢？二姐姐，不要！桑枝还未来得及再次开口，司战便化作一道残影，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涂凤七满脸惊恐，他方才是听到桑枝的声音了，想必桑枝也将围观群众给找来了。正巧涂艳宇已经将自己拽到了湖边了。涂凤七眼珠子转了转，便是在涂艳宇伸手的那一瞬，涂凤七顺势拽着涂艳宇的袖子，二人一同跌入了水中。二姐姐，不要！二人落入水中。二姐姐，救我！涂凤七恨恨地咬咬牙，一手抓着涂艳宇的双手，一手拼命地拽着涂艳宇的头发，将她的头往下按。涂艳宇喝了好些水，手脚渐渐变得无力。他拼命挣扎，想要冲出水面，奈何涂凤七却是死死地抓住他的手，面目狰狞。涂艳宇终于觉得害怕了。涂凤七和他们看到的都不一样，这个贱丫头远非他们见到的那般懦弱胆小，相反，她很聪明，甚至瞒过了所有人。不行，他定要活着回去，揭穿涂凤七的真面目。他要告诉众人，涂凤七想要害死他。此时的涂艳宇已然忘记了，最先动了杀念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察觉到涂彦宇的挣扎，涂凤七飞快地冲出水面，换了一口气后再次沉了下来，踩着涂彦宇的肩膀将他往下压。前世的所有怨恨仿佛在这一刻都发泄了出来。被夫君与亲姐姐囚禁在破败的小院子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尚不足3岁的孩儿被剥皮挖心，整个身躯被砍断，只余下上半身。听着涂嫣然告知自己，外祖父与凤舞哥哥是为救自己而惨死的。得知一切真相后，成为魂魄飘荡在自己的灵堂之上，看着唯一一个替自己报仇的人惨死在景子墨的剑下，每一刹那，每一瞬间都恨不得亲手手刃这些害了自己的人。涂凤七诡异地勾起了嘴角，看着脚下的涂彦宇的双手渐渐停止挣扎，渐渐沉入湖底。他报仇了，涂彦宇是第一个该死的，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涂凤七最后看了一眼闭上双眼的涂彦宇，转身往上游，奋力地冲出水面。涂凤七只觉得浑身乏累的厉害。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的？他都看到了什么？他可以让任何人知晓他有多恶毒冷血，只是思战不行。你，涂凤七话还未说出口，双脚似乎被什么给缠上了，他连忙低下头来，只见着涂彦宇的双手正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双腿，隔着湖水，涂彦宇的嘴巴无声地张开。一起死吧！早在与涂彦宇在水下缠斗的时候，他的力气便是耗得差不多了。涂凤七想要挣脱开涂彦宇的双手，但该死的是他的脚抽筋了。随着涂彦宇一同沉入湖中，涂凤七不甘心至极，他娘的，他还没和思战解释清楚呢！扑通一声，重物落入湖中，涂凤七费力地睁开双眼，耀眼的阳光下，湖水荡漾。那男子面容冷清，双眸中却是带着丝丝着急，朝他伸出双手。死之前再次见到思战，奋不顾身地冲向自己，便什么都值得了。思战将人抱回到岸上的时候，景子安与涂嫣然姗姗来迟。萧安郡主没事吧？景子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思战怀中那精致的女娃娃，精致的小巴掌脸一片苍白，眉头紧锁，双眼不安地紧闭着。思战抱着涂凤七站起身来，稳稳地朝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等等，二妹妹怎么办？涂大姑娘也会害怕？怎么方才萧安郡主呼救的时候，你却是没听到？与我何干？思战更是干脆。不要走，王爷，六皇子，我求求你们，救救二妹妹！王爷，你能救了三妹妹，也一定能救了二妹妹，求求你了！本王确实能救，但本王不想救。感动娇气包的人都该死！别以为他不知晓，在他与景子安赶到的时候，涂嫣然眼中分明还带着恨意，可想而知，娇气包落水定是和这个女人有关。他并不觉得娇气包心狠手辣，但凡是危及了娇气包的人，他不介意都送他们去死。涂嫣然双腿发软，此时倒是不说扭了脚了。本皇子劝你最好打消不该有的念头。这次的事情不仅仅是本皇子见证了，皇叔也看见了，是你阻止了旁人去救涂二姑娘。若非是皇叔相救，便是萧安郡主亦要葬身湖底了。六皇子殿下，是大姑娘害了我家姑娘吗？银珠身躯一震，从桑枝的话中听出了重点。六皇子殿下，容奴婢斗胆，恳请六皇子帮忙将目睹一切的人都保护起来。容奴婢斗胆，恳请六皇子帮忙将目睹一切的人都保护起来，只待到我家姑娘醒来再做解释，省得有人狗急跳墙，想要杀人灭口。有道理，萧安郡主好歹是本皇子的熟人。这样吧，方才在湖边的都有谁？银珠知晓这是桑枝在寻法子保护自己，连忙从后面走了出来。好，你跟着本皇子走，待到萧安郡主醒来后，本皇子自会送你回去。至于若是有人敢趁机往萧安郡主身上泼脏水，本皇子定不会饶过他。奴婢多谢六皇子，奴婢多谢六皇子。思战急急忙忙地将人带到了镇国公府，在一众下人们目瞪口呆的目光中，抱着人家的表小姐飞快地奔到了正房。怎么，渊源，跟着我来，来人，去将太夫人和大夫人请来，顺便进宫去请太医，挑一个医术最好的，赶紧到镇国公府来。不必了，魏毛已经去请陈太医了。思战将人放到床榻上，有了二夫人提交，替渊渊换一身衣裳。陈太医再次被魏毛给拎出了宫门，跟着魏毛走进了镇国公府。思战解释了一番事情的经过，陈太医才抖着手替涂凤七诊完了脉，并无什么大碍，只喝了些湖水，微臣去开几副药，萧安郡主用下后便可以了。还有先前的药也是时候换一换了。现下萧安郡主的身子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思战点点头，示意空青跟着陈太医出去，准备记下药方子。太夫人坐在床榻前，捏着帕子抹了一把眼泪。我早便说了，渊源想要什么，咱们给他便是了。这下可好，若非是遇见了阵王，渊源便再也回不来了。给什么给？那些人可是心狠的，咱们能护着渊源一时，可护不了他一世。这不是还有他舅舅和表哥们吗？
他这才13岁，当年玲珑13岁的时候，可还只会跟在你身后要糖吃呢。爷爷醒了，穆氏第一个扑了过去，万般紧张地抓着涂凤七的手。有什么不适的？头疼不疼？想不想吃东西啊？他迷迷糊糊地想起自己在晕倒前似乎见着司战了，看来自己没有看错，那真的是司战。二舅母别担心，我一切都好。威远伯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在司战与六皇子离去后，涂嫣然才匆匆忙忙差人回来，找了几个会符水的下人赶了过去。人是你带出去的，怎么雨儿没了？你倒是好端端的啊！贱人，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贱人，若不是你非要去找什么桃花雨，我女儿便不会死。你这个害人精，你去死！你去死！祖母，怎么办？二妹妹再也回不来了。祖母，我好后悔，我不该带着妹妹们一同去净月湖的，都是因为我，都是我的错。贱人，你明知小雨儿她水性不好，你还让她靠近湖边，你究竟是有何居心？三房为你害得还不够吗？她是你妹妹呀，你怎能这么狠心？你怎么可以？都是我害了二妹妹，若不是我扭了脚，二妹妹便也不会和三妹妹去了湖边，也不会出了这样的事情。一切都是因为我。三婶儿，您打我吧，您打死我吧，让我给二妹妹赔罪吧。嫣然，娘的好女儿啊，别怕，有娘在呢。贱人，你好了，都闭嘴吧。嫣然，你好好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三人一同出去，如今回来的只有你一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祖母，我脑子很乱，我依稀只记得我与妹妹们一同去游玩，这半途中扭到了脚，便坐在石头上歇息，然后，既然大姐姐记得不是很清楚，那便由我来说好了。大姐姐，你为何不救我们？涂嫣然娇躯一颤，惊恐地望着涂凤七，她以为涂凤七什么也不知晓，余光扫着涂凤七身后冷着脸的司战与面带戏谑的景子安，涂嫣然更是腿软的直接瘫倒在二夫人的怀中。你竟然不救他们！你给我说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与二姐姐出事的时候，你分明听到了我的呼救声，你为什么假装听不到？若不是战王舅舅来得及时，淹死在湖中的便不止二姐姐一人了。你为什么会这么狠心？我是你的亲妹妹啊！大姐姐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姐姐跟前提起我不会浮水一事？你是怎么想的？你说呀！哇，你这个贱人，竟是想利用雨儿去害死涂凤七，结果倒是将雨儿给害死了。你个害人精，我要杀了你，给雨儿偿命！不，三婶，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我没想过要害死二妹妹。三妹妹和二妹妹一同落水，谁知晓在水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三婶，你相信我，我怎会害自家姐妹呢？为什么？大姐姐，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我将你们当成亲人，你们却是如此待我？以前的温情都是假的不成？你们一直在骗我，对吧？你别误会啊，你大姐姐只是太害怕了，她不是那个意思。三妹妹，你别误会，我方才是太慌了，才会口不择言。你究竟有没有害死雨儿？我没有害二姐姐，我若是害了她，也不会再回来。三婶，你相信我。也是吧。那还是请仵作来吧。那便查吧。有了六皇子的口谕，仵作来得很快，检查得更快。以往二姐姐最是爱美了，待会儿三婶莫要忘了，给她换上一套最美丽的衣裳。仵作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涂嫣宇身上并无任何伤痕，完完全全是溺毙。二姑娘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的确是溺亡的，没有任何别的可能了。许是被人按在水中，雨儿才会失去求生的机会。若是曾在水中挣扎，为何一点痕迹也没有？何况要将一人按在水中，凶手需要极大的力气。夫人的猜测并无任何可能。老夫人差人将仵作送了出去，这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三婶现在甘心了，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三婶还需要我说清楚吗？二姐姐与我之间何止走到这一步？再者，我水性比二姐姐还要差，若我当真起了害二姐姐的心思，只怕还未出手，便已溺毙于水中。我的女儿总不能平白无故的丧命，为什么一同去垂钓的，你和涂嫣然都没事，偏偏是雨儿出了事儿？你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没事，有的人却是死了呢？银珠，你来给三婶说说，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被点了名的银珠满脸畏惧，从桑枝的身后挪出来，畏惧地看着涂嫣然。大姑娘，你为什么要害我家姑娘？二夫人横眉一扫，不悦道：银珠，你别胡说！来人啊，将这满口胡言的丫鬟给我拖下去，省着她在这胡言乱语的。这是要杀人灭口了。让她说完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求夫人饶命，奴婢盼说了实话，大姑娘会杀了奴婢的。你知晓什么？只管都说出来，我自会保你性命。但你若是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或是胡说八道，我一定不会饶了你。奴婢多谢三夫人，奴婢一定不会有半句虚言的。事情还是要从3日前说起。大姑娘忽然去找了我家姑娘，说了些话，奴婢最是记得。大姑娘曾刻意提起过三姑娘不会浮水一事，后来姑娘们一同去垂钓，不知怎么的，大姑娘就要带着2位姑娘一同游玩，只是在途中她却是扭了脚，随后又提起了三姑娘不会浮水一事。你胡说，我只是在关心三妹妹。大姑娘在与雨儿提起三姑娘不会浮水前都说了什么？以前的事情，还说了些关于三姑娘的话。夫人，您别问奴婢了，奴婢不能在这儿说出来。我明白了，你倒是好算计哈！不过是说了几句话，便断送了一条人命，你这能耐可比你娘还要厉害。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大姐姐先别急着否认，大姐姐是如何的见死不救。战王舅舅和6皇子殿下可都看见了。你大姐姐素日待你极好，便是说同胞姐妹亦不为过，你为何要如此陷害自家人？这一切都是事实，你们为何不信我？我倒宁愿二姐姐是我害死的，如今倒能成全了大姐姐的一番仁义。二婶，做错了事情就该受到惩罚，咱们帮着大姐姐一起改正错误，这样不好吗？若是大姐姐能认错，我们还会是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臣妇恳请战王殿下、6皇子殿下告知臣妇真相。什么？你还查不出真相？这丫头知晓的可比本皇子和皇叔都多。她说什么便是什么了。本皇子与皇叔来到的时候，只见着涂大姑娘见死不救，还说什么脚扭到了。皇叔将孝恩郡主救起来之后，你们家大姑娘竟然还不知晓去找人救二姑娘。这事儿本皇子可不曾说谎。本皇子当时还让她赶紧差人回府来着。二姑娘的死，本皇子也深感悲痛，还是要赶紧找出凶手，以祭二姑娘的在天之灵。皇叔，你说是吧？司战淡淡的点点头。你陪我女儿，你陪我女儿，都给我住手！今日你个害人精，连自己妹妹都害，你不得好死！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把她给我拦下！魏远伯府要处理家事，还请王爷和殿下回避。本皇子确实也不想掺和你们的家事，本皇子还懒得看你们这一家子胡闹。咱们这边走。什么事情都瞒不过皇家吗？老夫人不是祖父的原配，这件事情皇室也是知晓的。战王舅舅，多谢舅舅救命之恩，他日我定亲自登门道谢。司战仍是冷冷淡淡的模样，点点头，带着嗷嗷叫唤的景子安扬长而去。这件事情谁也不能泄露了半句，若是明日有人议论我魏远伯府的姑娘自相残杀，那么今日在这儿的人都别想活着出去。烟雨是意外身亡，凭什么？我女儿没了，凭什么杀人凶手还能逍遥？就凭老三还需要前程。若是被言官御史知道了魏远伯府中的丑事儿，老三的前程就真正毁了。你是要替一个死人讨公道，还是要替活着的人谋前程？我知道了。嫣然，你确实错了。一家姐妹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你不仅害了烟雨，还险些让渊源也溺毙在净月湖中。这件事儿究竟要你给个交代。这样吧，我做个主，2房赔3房1万两白银。至于渊源，你也有错，你不该明知自己不识水性，还和你二姐姐靠近湖边。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过错还在你的身上，你知错了吗？祖母，我知错了。二姐姐到底是因我而死，我自愿前往国安寺为二姐姐祈福，求祖母成全。老夫人一怔，你要去祈福？是，祖母，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想清楚一些事情。国安寺清静，听闻那里的福生大师最是灵验不过，或许我能替二姐姐顺便求一个安稳的来生。好，我想回去歇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会过来替二姐姐守灵。硕大的厅堂中停着涂艳宇的灵柩，空荡荡的有些瘆人。三夫人目光呆滞，直愣愣的待在灵柩旁。二姐姐，我带凤舞哥哥来看你了。凤舞哥哥身子不好，还是快些回去吧，这有我便足够了。涂凤舞也不久留，只对着三夫人道了一句节哀，便带着罗楼离去。别以为你这样做我便会放过你，雨儿和你一同落水，为何活下来的却是你这个不识水性的？这其中定是有什么阴私秘密。三婶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二姐姐与我一同落水后，我喝了些湖水便晕了过去，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如何会知晓？三婶若是要恨，一定是恨那真正的杀人凶手，怎会扯到我头上来？三夫人闭上双眼，不再说话。
直至深夜，其他人也不曾见了踪影。此时的更声响过后，涂凤熙到底是耐不住了，双眼一闭，竟是晕了过去。姑娘也真是，二姑娘想害您呢，您还去给她守灵做什么？没由来的，累坏了自个儿。还有，为什么要去给二姑娘祈福啊？姑娘本就体弱，落了水更是应当好好养着才是。那国安寺虽是有名气，但寺庙中素来清苦，姑娘何必去吃那种苦头？不是因为旁的才去守灵的，而是因着这到底是一条人命。何况我这不是装约回来了吗？要我去替一个想害死我的人守灵一整夜，我可不干。至于去国安寺，不是说国安寺的福生大师最是灵验吗？听闻还能看透前世今生，我想叫他瞧瞧，我到底应不应当再与寺占有牵扯啊？应不应当做什么？第二日清晨，涂凤七是被一阵悲呛的哭声给吵醒的。外头是谁在吵？是二夫人和大姑娘，似乎是大姑娘昨夜受了惊吓睡了过去，今日清晨醒过来后便急急忙忙赶到了三房，说是愧疚的很呢。哼，他倒是起得早，想必是昨夜睡得安稳，今日精神便足了吧。既然大姐姐都到了，我总不好还在睡着。涂嫣然正跪在涂燕雨的灵柩前，都怪我，若不是我多嘴，二妹妹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愧对二妹妹，愧对三婶，这一切都怪我。三妹妹来了，姐姐对不起你们。三妹妹可是在怨怪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大姐姐别说了，二姐姐在天有灵，想必不会怪大姐姐的。在二姐姐灵前，我如何有资格说原谅大姐姐？3日后，涂燕雨的尸体从三房发丧，三夫人倚靠在三老爷的怀中，几乎是哭得晕过去。这3年你不在昭都中，这醉香楼是愈发的有名气了。听闻醉香楼的背后主子还是朝中的某位权贵，不过这也只是传言罢了。这儿的菜品倒是真的不错。大姐姐，我可不能先吃旁的，如若不然，待会儿桃花鱼来了，我可没肚子吃了。他朝白薇使了个眼色，他忽然指了指楼下的戏台子。呀，是要开始了吗？在哪？在哪？哎，姑娘，你看那个穿白衣的也是戏子吗？长得可真好看。涂嫣然从水袖中掏出了一个小纸包，她飞快地将纸包中的白色粉末倒到涂凤七的酒杯中。那才不是戏子，白薇你骗我！算了，大抵是还没开始吧。三妹妹不是想要试试这桃花酒吗？姐姐方才尝了一口，那可真是回味无穷呢。咦，怎么连翘还未回来？可能是后厨太忙了。三妹妹还是先尝尝桃花酒吧，省得一会儿香气没了，可就不美了。痛快，果真不愧是桃花酒。他说完这一句，忽然晃了晃脑袋，紧接着竟是径直地趴在了桌案上。呸！贱蹄子，算是便宜你了。三妹妹，可不是姐姐要害你，待会儿要来的人是四皇子呢。姐姐记得你曾经可是喜欢四皇子了。四皇子身份尊贵，若是你们之间成了事儿，那也是你高攀了。白薇，你留下，待会儿四皇子来了，你再离开。连翘会不会发觉了什么啊？你去通知四皇子，连翘便交由我来应对。兰香，怎么样了？哼，这后厨也不知怎么的，竟是忘了咱们的桃花鱼，还说今日的桃花鱼已经没了，若是要用，便要等明日。罢了，也是咱们疏忽了。不过既然三妹妹想用桃花鱼，不如咱们再去瞧瞧，看看能不能替三妹妹要来一条。连翘，走吧。啊，我家姑娘呢？啊，三妹妹与白薇在雅间中歇着呢，我是瞧着你们迟迟不回来，这才出来了。别担心啊，这醉香楼也不是旁的地方，生不出什么乱子的。一匹黑亮的汗血宝马与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醉香楼的门前，掌柜的连忙迎了出去。他在哪个房间？便是楼上的静兰阁。静兰阁中，涂凤七动了动眼睑，接着紧背的遮挡睁开了双眼。雅间中只余下了白薇一人。白薇，难不成是在梦呓？白薇嘀咕了一句，目光嫌弃，俯下身来，欲仔细打量一番。只他才低下了身子，便被一床锦被盖住了上半身。一双黑色长靴映入眼底，竟然是他。目光嫌弃，俯下身来，欲仔细打量一番。只他才低下了身子，便被一床锦被盖住了上半身。一双黑色长靴映入眼底，竟然是他。我家姑娘是不是出事了？他才走了2步，便撞上了一个身穿粉色华裙的少女。我当是谁呢？方才还听我身边的丫鬟说，似乎见着有人朝后厨那儿去了，原来是你啊！富家妹妹，真是好巧，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儿遇见你。许久不见，你倒是一如既往的虚伪。听闻你们家那个蠢妹妹死了，那可真是一件喜事儿啊！只可惜那日我娘不让我出门，如若不然，我倒是要去瞧瞧你们的三房的蠢货是不是被你给害死的。富家妹妹莫要胡说，二妹妹的事别在我面前装。不是说你家那什么郡主也在吗？怎么没看见她呀？涂嫣然，你不会又在算计自家姐妹了吧？大姑娘，奴婢要去找我家姑娘了。
富家妹妹，我还要去找三妹妹，不便与你争论。是我涂嫣然素来行得正坐得直，富家妹妹身为大昭贵女，请你莫要污蔑了旁人。哼，你不会不知晓吧？方才我的丫鬟见着四皇子殿下走进了一个雅间当中。你那三妹妹素来，涂嫣然，你当真不在意？你可要想清楚了，孝安郡主那货色，说白了亦不过是个乡下丫头罢了。你当真愿意输给这般下贱的丫头？按理说，四皇子要见谁是与我没关联的，这三妹妹的事儿，我却是不能坐视不理了。若是她当真做出什么有辱门面的事儿来，我这当姐姐的总是要去将她带回来。不知富家妹妹可是知晓四皇子殿下进了哪个雅间之中？还不是静兰阁，便是从这儿上去，旁边便是……啊，这里头的什么声音啊？三妹妹，那不是三妹妹歇息的雅间吗？什么？当真是那贱丫头，好不要脸的贱人！大堂中的众人见状，竟也跟了上去。静兰阁中传出了阵阵叫人羞耻的声音。涂嫣然站在门前，双手垂在身侧，紧紧地揪着自己的裙摆，却是迟迟不敢将门推开。怎么会？三妹妹怎么会做出这等事儿来？哼，果真是乡下来的贱丫头，竟如此水性杨花，还当旁人不知晓呢。本姑娘倒要看这贱丫头是如何勾引男人的。门外的人一下子便炸开了锅一般，指着罗帐中的两个人影，低声议论：也不知晓是何人，竟是这般不要脸。这可是在醉香楼呢，动静这般大，那女子定是个不要脸的。你们胡说，三妹妹不是这样的人，定是有什么误会。三妹妹是皇上亲封的孝安郡主，怎会做出这等事儿来？定是有人陷害她。圆圆，怎么回事？孝安郡主现下她勾引的人可是当朝的四皇子，那贱人惯常不要脸，哪有什么误会？去，将那贱人给本姑娘丢出来，我非撕了她的皮不可。可是里边的人是四皇子，四皇子又如何？说不定啊，那四皇子便是被那贱丫头给算计了。本姑娘不信，四皇子会看上那贱人。只得慢慢的挪了过去，将罗帐掀开，滚开！猛地推了那女子一眼，竟是将女子给推到众人的眼前。怎么会？不是说里头的人是涂凤熙吗？这儿怎么围了这么多人？战王舅舅，我进不去了。魏毛，去看看发生了何事。皇叔，孝安郡主，本皇子方才似乎听到了富家姑娘的声音。听得动静的众人识相的让开了一条路。大姐姐，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姑娘，方才富家姑娘说，似乎是见着四皇子朝着静兰阁而来了。四皇子？本郡主没有见到四皇子啊。涂凤七疑惑不已，朝着房中望了一眼，当下便愣住了。白薇，天哪，这都发生了什么事儿？白薇，你的衣裳呢？殿下是您吗？穿着礼衣的景子墨还为了自己转过头去，便为众人看了个正着。竟然真的是殿下！搞错了，再来。全是四皇兄啊！本皇子还当里头的人是谁呢？果真是，皇兄的喜好果真是不一般呢。天哪，竟然真的是四皇子！怎么会这样？白薇，本郡主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大姐姐，怎么办啊？大姑娘，奴婢与四皇子殿下两情相悦，求大姑娘成全。白薇，你在胡说什么呢？怎么求大姐姐成全？这一切与大姐姐有什么关联？你休要胡说八道！四皇子殿下的事情，魏远伯府不能替你做主。你，大姑娘，奴婢。大姐姐，我没有想到白薇是这样的人。若是我早知晓白薇会做出这等事儿，我断不会听你的话将她带出来。你方才去哪儿了？我方才不知怎么的，像是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噩梦，醒过来的时候，却见到雅间中只余下了白薇一人了。随后有人闯了进来，将白薇给打晕了。我心中害怕，便想着出来找大姐姐。可没想到我在外头却是不曾见着大姐姐，却是遇见了战王舅舅与六皇子。我不知晓四皇子会走进这雅间中来。大姐姐，要不咱们便成全了白薇如何？三姑娘，你一定要成全奴婢与四皇子殿下。三姑娘想知晓什么，奴婢都会告诉您的，求求您。大姐姐，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啊？眼下只怕整个醉香楼的人都知晓，魏远伯府的丫鬟与四皇子。这若是没个交代，只怕赵都中的人都要笑话咱们魏远伯府了。涂嫣然还未想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景子墨却是急了。他记得自己进去之后见着的人分明是涂凤七，怎么现下却变成了一个丫鬟？这叫他颜面何存？圆圆，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本皇子与这丫鬟可没有任何关系，真的，你要相信本皇子。哎，四皇子殿下可别这样说。不过这丫鬟到底是臣女身边的人，现下她既是与殿下有了肌肤之亲，殿下还是快快将她带走吧。四皇子您怎么会走进这雅间中去了？莫不是皇兄本就是想着到这雅间中见什么人？柳帝莫要胡说，本皇子不想旁人误会了渊渊。可是大姐姐给我到这醉香楼中来看戏的呀，先前我连自己坐在哪儿都不知晓呢。原是如此啊！不是这样的，渊渊，你听本皇子解释，本皇子心中只有……够了，白薇，你擅自勾引皇子，该当何罪？奴婢没有勾引四皇子，奴婢也不知晓发生了什么，奴婢也是受害者。王爷，你要替奴婢做主啊！奴婢也是无辜的，奴婢本是清清白白的，如今却是被人给破了身子，奴婢日后可怎么办啊？这件事本王不能做主，这是皇兄的家务事，还是交由皇兄决定为妙。是本皇子鲁莽了，这位姑娘便跟本皇子回去吧。殿下果然有情有义，臣女着实佩服。渊渊，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本皇子。本皇子心中只有你一人。景子墨带着得意洋洋的白薇扬长而去。大姐姐，没想到咱们来听戏还能遇上这等好事呢，这下白薇也算是有了好的归宿了。你闭嘴！吴凤熙，你当真什么都不知晓？大姐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你便装吧。哼，臣女先告退了。多亏了战王舅舅给我的东西呢，如若不然，只怕四皇子还当真便认出来这床榻上的人不是我了。方才四战进去之后，只扫了被他丢到床榻上的白薇一眼，随后在雅间中点了些香。多亏了战王舅舅给我的东西呢，如若不然，只怕四皇子还当真便认出来这床榻上的人不是我了。方才四战进去之后，只扫了被他丢到床榻上的白薇一眼，随后在雅间中点了些香。要不本皇子送你回去，总归本皇子也没什么事儿干。这不大好，殿下还是回宫去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本皇子与孝安郡主可是好朋友。谁与你当好朋友？那战王舅舅呢？六皇子都说要送我了，战王舅舅不送我？便是皇叔不送，也有本皇子在。本皇子断不会叫孝安郡主自个儿走回去的。既然这样，那便劳烦六皇子殿下了。战王舅舅，后会有期。涂凤七气红了脸，一赌气，脑袋一甩，拎起裙摆便要往外走。这榆木疙瘩当真是半点都不懂风情，真是气煞他了。走吧，本王送你。战王舅舅，北远伯府到了呢。吴峰甩了甩大脑袋，愤愤不平地打了个响鼻。司战翻身下马，伸出双手将小姑娘从马背上抱下来。要飞高高，要战王舅舅抱着。皇叔待孝安郡主可真好，皇叔连本皇子都不曾抱过呢。可战王舅舅为什么要抱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可是与小姑娘不同的。也是，本皇子是男子汉。男子汉也不能整日黏着战王舅舅，战王舅舅平日里可忙了。司战侧目，低头伸手在小姑娘脑袋上揉了揉。孝安郡主，本皇子娶你好了。你这般明事理，若是本皇子娶了你，日后本皇子定会是个大有作为的。胡闹，这等话也是能随便说的。涂凤七点点头，这话可不能胡说呢。他日后可是要当战王妃的，可不是六皇子妃。皇叔，本皇子没有胡说。皇叔你看，孝安郡主年有13，本皇子比她大不了多少，年纪上正是合适。孝安郡主年有13，本皇子比她大不了多少，年纪上正是合适。孝安郡主又是个明事理的姑娘，本皇子心悦她。你别胡说，你这话若是传出去了，那你与你兄长又有何分别？那人不要脸面，尽想着毁了小姑娘的名声，难不成你也要当那样的人不成？那本皇子去找父皇赐婚，这便不是毁了你的名声了。我不嫁，我只嫁战王舅舅，旁人谁来我都不嫁。涂凤七自问，2辈子以来，这是他说过的最不要脸的话了，臊他自己都忍不住闭上了双眼。那你对皇叔说这话，岂不是更懵了？我没有梦了，我是说实话。这世上，我只心悦战王舅舅一人。说是战王舅舅日后娶了王妃，那我便要去绞了头发做姑子。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晓，我是为了战王舅舅才会魔怔了。你还小，那我总会长大呀。我长大了便是大姑娘了，便能许配人家了。我能吃苦，能跟着战王舅舅到边关去，我什么都不怕的。如此，你还会娶我吗？
如此，你还会娶我吗？你还小，我不长大，战王舅舅便会一直陪着我吗？那我不要长大了。小安郡主，你真笨，人怎么可能不长大？你若是要缠着皇叔，多的是法子。日后你若是成了大美人，说不得皇叔见了你便要挪不开步子了。哎呀，不对，你还是跟着本皇子好了，本皇子会娶你的。司战也不说话，他还在想事后要不要与这娇气包保持些距离。她是被镇国公捧在手心的外孙女儿，镇国公又怎会舍得叫她跟着自己吃苦呢？何况他们之间差了6岁。二人不说话，景子安也不敢说话，他总觉得这二人之间的气氛很是奇怪。所幸罗楼的出现打断了这短暂的尴尬。姑娘，真巧啊！公子让恕，奴才回来给姑娘送些小玩意儿。奴才在府中找不着姑娘，听说姑娘还未回来，正想着去找你呢。凤舞哥哥给我带了什么回来？书院的琵琶成熟了，旁的公子们都将自己的分量送回了家中。公子寻思着姑娘大抵会喜欢，便也叫奴才送了些回来。不过公子说了，姑娘素来贪嘴儿，不能多吃，省得拉肚子。罗楼意味深长地瞥了司战一眼，再看着旁人一副蠢样的景子安。多谢王爷与六皇子将姑娘送回来。你有事便差人来王府找我。小安郡主，你要等着本皇子啊！拎着裙摆便往府中走。三姑娘何时与战王这般相熟了？似乎方才三姑娘要哭，是与战王有关一般。本皇子要走了，不过孝安郡主似乎生气了。奴才恭送王爷，恭送六皇子。本皇子是哪儿不好？为何孝安郡主竟是心悦皇叔？属下也有一事不明。福生大师明明说了，那人是王爷的命定之人，王爷为何？他还小。魏毛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下子便沉默了下来。从明日开始，本王会带着你去军营。皇叔，此话当真？傻子，王爷这是在找机会，光明正大的教训你呢。此时的景子安还不知晓，等待着他的是多么痛苦的时光。再说屠凤七回到了锦绣阁中，桑之与空青连忙迎了出来。出了什么事儿了？莫不是白薇又做了什么事儿？姑娘没受伤吧？咱们院中终于又少了一个奸细了，大姐姐怕是要气死了。没想到最后排了四皇子的床榻的人，就会是他埋在我院中的奸细。除了一个白薇，倒也真是不错。白薇，她倒是个贪慕虚荣的。听素锦说，她会替二房那头盯着姑娘，便是为了点赏钱。那入了四皇子的眼，她岂不是要上天了？明眼人大抵都会觉得白薇这是要飞上枝头了。只依着他对景子墨的了解，白薇的余生怕是要不好过了。说起来，姑娘出去了，府中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呢。姑娘知道吗？先前三夫人险些害了姑娘，三老爷便训了三夫人一顿，后来更是整日的流连烟花之地。这不，今日便出了事。难不成是在外头闹出了什么？可比这严重呢！三老爷被革职了，似乎是礼部尚书在朝堂上发了难，说三老爷在女儿溺亡之后，竟去了那等子烟花柳巷之中寻乐子，着实是配不上在朝为官。后来大理寺少卿傅毅亦说三老爷的德行总归是不大好的。这二人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呢。对了，还有一件事，过几日宫中便有一场宫宴，招都中的贵女都要进宫去呢，姑娘也要准备一番了，可不能出了乱子。是为着今年的状元郎吗？司战回到王府后，便见着一身平常打扮的礼部尚书出现在了他的书房中。王爷交代的事情，臣今日都完成了。威远伯府三老爷被革职的圣旨，如今也到了府中。那娇气包怕是想要二房与三房彻底的乱起来吧？不过臣有一事不明，王爷素来不爱管这朝中的事情，怎么如今倒是关心起一个外放的三老爷了？他可是听魏毛那大嘴巴说了，王爷今日似乎被一个小姑娘给调戏了。本王看他不顺眼，不该问的别问。王爷何时对一个小姑娘这般上心了？想必这战王府终于要有一个女主子了。不过那娇滴滴的孝安郡主不知何时才能长大成人，王爷怕是要吃些苦头了。若是太闲了，本王可以向皇兄提议，让你去巡视江南，或者是去边关替皇兄盯着将士们也不错。可别，王爷还是饶了臣吧。不过今日臣倒是发现了一件趣事儿，王爷知晓今日与臣一同赴议的人是何人吗？大理寺少卿，不知这位又是谁的人？这位素来低调，这回倒是掺和进来，也亏得那三老爷是个不起眼的，如若不然，皇上怕是又要生疑了。司战不由想起在古安寺中颇为古怪的屠凤舞，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屠凤舞的身份不简单。查着威远伯的数字，这个人太平常了。王爷怀疑大理寺少卿是他的人，不是说他活不久了吗？一个威远伯府的庶子，为何要在朝中安插人手？若他不是威远伯的儿子呢？什么时辰啊？是时候进宫了。宫宴还未开始，早已进宫的人们倒是能四下逛逛。方才遇见一个登徒子，我将他揍了一顿，是该教训一顿。可惜我来的迟了些，不然便能与你一同将那人揍一顿了。咱们去玩吗？我被封了郡主的事儿，还得多谢太后娘娘呢。
不说咱们去慈宁宫如何？从御花园到慈宁宫的路上，途经一个大大的湖泊。景玄机，有本事你别过来抢啊！皇姐这是要逼本宫了，那是本宫打下来的丧事，皇姐却是带着宫人来抢本宫的东西。你若是想要，便过来抢；如若不然，本宫便将东西都踩碎了，也绝不会还给你。你竟然真的踩碎了？对啊，本宫便是踩碎了，又能如何？你这老重精，有本事你去父皇跟前告状啊！本宫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回到你的寝宫。景玄机惊呼一声，扑通一声落入湖中。贱人，想要去父皇那儿告状，还是先从这湖中爬出来再说吧。提起裙摆，带着一众宫人走开。咱们得救下那个姑娘，匆匆地跑到了湖边。阿雾，咱们得救下她，将手伸过来，有危险！阿雾撑住！景玄机被二人拽上了岸。方才那个人是琉璃公主，可是她母后是皇后，父王便是想严惩她，也要顾及一二。方才多谢你们救了本宫，如若不然，本宫怕是要葬身于这湖中了。那景琉璃做事素来不考虑后果，若本宫死了，只怕皇兄是要伤心了。没事儿，景琉璃想做的事儿，我非要教她失望。我讨厌她。你们是谁家的姑娘？本宫怎么似乎不曾见过你们？我是威远伯府的三姑娘。那旁边这位绝色美人是凤舞，是凤氏的旁支，为人做事豪爽不过。方才若不是有她在，我定是不能将你给拽上来呢。招都凤舞，见之不误，这是在说你吗？景玄机在前头引路，带着二人往自己的宫殿中走。是臣女。景子安是个疼爱妹妹的，凤舞又不想与这般没能耐的人争执，哼！二人只互相冷哼了一声，各自坐了下来。那景琉璃又来找你麻烦了。哎呀，哥哥别生气，我这不是没事吗？本皇子非要好好教训那刁蛮公主一番，每回宫宴她总来生事，若不是她，你的身子也不会。哥哥别说了，她的母后是皇后，咱们去闹事只不过是叫父皇为难罢了。何况她不是没成功吗？我好好的呢。多亏了阿乌和渊渊，若不是他们将本宫捞了上来，本宫便当真是回不来了。若是我被推了下去，我定要叫那人也在水中淹过一回，我方是能安心。凭什么叫旁人欺负了我呀？本皇子不会放过他的。玄机，日后你要小心些，莫要再叫景琉璃寻了机会欺负你。本宫是听卢嬷嬷说湖边的桑葚成熟了，本宫想去摘些桑葚送给父皇和哥哥。这本是件好事儿。孝安郡主可是有什么好法子？玄机一片心意，本是为着皇上好。怎知景琉璃竟是个不识趣儿的。若是皇上知晓景琉璃竟是管到他的事儿上，皇上会怎么想？本宫明白了，渊渊，你可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姑娘了。时辰不早了，几人说了一会儿话，便开始往外走去。举办宫宴的宫殿离景玄机的寝宫有些距离。先前我还想着去找赵王舅舅呢，没想到竟是在湖边见着玄机了。我从未见过他呢。倒是那景琉璃，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讨人厌。有时他为着一块糕点与我打架，我还觉得下手轻了呢。赵王舅舅，这段时日不见，你有想我吗？只冷着脸摇摇头。军营中事务繁忙，赵王舅舅便不会哄哄我吗？圆圆，抬起头来。你骗我！哼！思战分明是想过他的，只为着逗弄他，竟是学会撒谎了。他气急了，跺跺脚，扭头便走。你怎么了？他又说了什么叫他气恼的话了？本王，皇叔就是欺负一个小姑娘。皇叔，本皇子早便说了，孝安郡主与本皇子年纪相仿，最是适合不过。若是本皇子娶了孝安郡主，定是不会叫他难过的。不是赵王舅舅的错，是天气太热了，我被热出了眼泪。但素来感情笃定的涂嫣然与景子墨，却是在众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起了些争执。殿下这是要护着那个小贱人不成？分明我才是与殿下相识最久的人，殿下却想要与涂凤七那个贱丫头结成连理。为着殿下，我答应了算计自己的妹妹。但素来感情笃定的涂嫣然与景子墨，却是在众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起了些争执。殿下这是要护着那个小贱人不成？分明我才是与殿下相识最久的人，殿下却想要与涂凤七那个贱丫头结成连理。为着殿下，我答应了算计自己的妹妹，可殿下却是一旁的女子，更何况那人竟还是个丫鬟。殿下以为我当真是在吃一个贱婢的醋吗？殿下也不想想，那贱婢是何等身份？她若留在殿下身边，那岂不是在给殿下抹黑？她是如何爬上殿下的床？殿下心中有数。殿下竟是为了一个丫鬟，便要与我生分了不成？嫣然，本皇子并非是护着她，而是她才进皇子府不久。若是她出了什么事儿，那旁人岂不是要怀疑到本皇子的头上来了？
可现在谁还记得他呀？都过了这么长一段时日，府中没了一个妾室罢了，谁会多想？还是殿下不过是在敷衍我罢了。既是如此，那你我之间的情分不要也罢。殿下还是快些回去保护好你的妾室，我只得躲得远些便是了。不，嫣然，不，嫣然，你听本皇子解释，你不要离开本皇子。本皇子待你的心，你还不明白吗？殿下快莫要胡说了，嫣然何德何能，竟是能入了殿下的眼？嫣然此生心中亦只会有殿下一个，殿下莫要辜负了嫣然才好。嫣然，本皇子此生定不会负你。待到本皇子登上大殿，你必为后。你要相信本皇子待你是真心的。涂嫣然更是羞涩了几分。殿下的心意，嫣然自是知晓的。只现下咱们根基不稳，却是容不得出错。那白薇是个叛主的，若是日后他将咱们的秘密说了出去，那咱们的计划岂不是要功亏一篑了？好，本皇子都听你的。待到本皇子回到府中之后，便将那白薇给处置了。心肝儿，如此你可是满意了？动了吗？殿下，这还是在宫中呢，若是被旁人见着，那嫣然的名声可便是要毁了。好，都依你的。此番宫宴最是重要的目的，便是为着叫众人知晓今年的新科状元是何人。故而等到屠凤姬一行人赶到的时候，那群好动的公子们已经开始玩起了投壶的游戏。屠凤舞站在人群的最边缘，眉目温柔。战王舅舅，我要到凤舞哥哥那儿去了。去吧，小心些。只这一幕，却仍是落入了某人的眼中。凤舞默不作声地跟在他的身后。回来了，玩得开心吗？挑衅地朝着正对面那冷漠青年瞥了一眼，四丈目光冰冷，不悦地皱起了眉头。凤舞哥哥呢？我不在的时候，可是有人欺负了凤舞哥哥。怎会有人来欺负我呢？圆圆放心好了，凤舞姑娘，圆圆可有给你添麻烦？涂凤七兴致勃勃地伸长了脑袋，好奇地望着人群中央的男子。新科状元杜康，家道中落的寒门子弟，家中唯有老母一人，自幼聪颖，胸有大志。前世这位可是景子墨的左膀右臂，最后甚至险些走到了丞相的高位。不过这辈子一切倒是要发生些改变了。杜康手中的弓箭飞出，稳稳当当地落入花瓶中，一连4支箭，箭无虚发。草民赢了，杜公子果真是文武双全，在下服气了。什么文武双全？这招都中最是讲究的，可不就是传承？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喽啰，竟也配得上文武双全一词，当真是可笑。说得对，咱们可都是正正经经的权贵豪门，那些不知所谓的，竟也妄想叫咱们服气，当真是可笑。前世这个能忍的新科状元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为景子墨卖命，亦是因着这场宫宴。便是在杜康被众人嘲讽之时，景子墨温声解围，自此竟是被杜康当成了可以效忠之人。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不过是走运些罢了，竟也将自己当成个人物了。土包子骂谁？哟，哪儿来的小美人啊？竟是为着这土包子出头。瞧你这般面生，想必也是刚到昭都中来的吧？你知晓那方才嘲笑你的是何人吗？不过是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贱丫头。战王，道歉。道歉？向谁道歉？三妹妹，这是怎么了？大姐姐，她定是在指桑骂槐。镇国公的外孙女，在她跟前，你也有资格放肆？镇国公的外孙女，土三姑娘涂凤七，竟然是她！对不起，是我错了。大姐姐，这人方才说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咱们涂家便是屠户出身，他定是在嘲讽咱们。哼，我便不信了，他们的父辈祖辈一出生便是权贵了不成？不过是受了祖宗庇护罢了，有什么好得意的？杜康一惊，这小姑娘所言正中他心中所想。愿赌服输，这才是男子汉。不过是个小游戏罢了，为何非要牵扯到家事上？我大姐姐亦是涂家女，可试问这昭都中谁不知晓我大姐姐的才名？单凭家世看人，未免太过狭隘了。涂嫣然脸色复杂，这贱丫头竟会这般好心。涂凤七当然不会这么好心的，别忘了涂嫣然还有一个情敌呢。战王舅舅，你说我说的对吗？景子墨神色晦暗，他本还在衡量要不要上前去替杜康解围。景子墨神色晦暗，他本还在衡量要不要上前去替杜康解围，只没想到涂凤七竟是先他一步。3年，他究竟变了多少？涂凤舞站在不远处，目光温柔地看着那满脸喜悦的小姑娘。之所以会挺身而出，一定是有她的思量，只那样子的她，却似乎会发光一般，叫人恨不得将她给藏起来。
杜公子文武双全，出身倒不是顶顶重要的事儿了。有孝安郡主撑腰，谁还敢找杜康不痛快呢？杜哥哥好生厉害，当真是叫本郡主佩服得很。杜康朝着他笑了笑，心情竟也变得飞扬起来了。宫宴之上，涂凤七表现平平，做了一首并不怎么出彩的诗，倒是涂嫣然以一贯的姿态拔得头筹，傅红莹紧随其后。而这落在第3名的人，却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镇国公太夫人身侧的一个少女凤氏旁支，被太夫人带在身边教养的凤叔。前世与自己针锋相对的凤舞尚能出言劝说自己，凤叔从头至尾却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掉入火坑。殿中的舞姬身姿曼妙，好酒。坐他身侧的景玄机却是忍不住捏着帕子咳了起来，玄机，你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来人，快去将太医请过来。父皇母后别担心，玄机不过是想到了些事情，情绪有些激动罢了。哦，那玄机是在想什么？若是说不出个一二来，朕可是要生气了。玄机说了，父皇可不要笑话玄机。玄机听人说，桑葚酒具有滋补、养生及补血之功效，饮用后不但有补血、强身、益肝、补肾、明目等功效，更是可以改善女性手脚冰冷的毛病。父皇好酒，母后冬日受不得寒。玄机本想着，若是能亲自取了桑葚来，父皇母后定会欣喜的。果真不愧是朕的女儿，连朕的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不过你身子不好，那桑树长在湖边，若是不小心落水，那便是得不偿失了。不去了，玄机再也不要去湖边了。这症状在他3岁时亦曾有过。玄机，景子安2、3步走到了景玄机的身边。玄机别怕，有哥哥在，哥哥会保护你的。别怕，咱们再也不去河边了。发生了何事？昭德帝目光一沉，神色不悦。发生了何事？昭德帝目光一沉，神色不悦。他望着坐在皇后身边的景琉璃，景琉璃目光闪烁，连忙低下头来，假装什么都不知晓。只昭德帝却已然明白了一切。玄机失态了，父皇母后，玄机身子不适，便先回寝宫歇着了。玄机先行告退。昭德帝应了一声，将手中的酒杯放下，转而望向景琉璃，目光沉得要滴出墨来一般。宫宴结束后，涂凤七正想着死缠烂打的叫司战送自己出去。郡主留步，皇上在玄机公主的寝宫中等着郡主，劳烦郡主一步。皇上找本郡主做什么？但他心中却已是明了了。战王舅舅，不回家？本想着回去，不过皇上有事儿找我，让我到玄机的寝宫去呢。战王舅舅与我一同去好吗？我一个人会害怕。走吧，本王陪你去。父皇哥哥，我与战王舅舅走了，你要记得到马车里等我。涂凤舞点点头，眸中的光亮温柔。去吧。只心中却是不免有些失落。如涂凤七所料，待到他到达景玄机的寝宫后，果真见着凤舞早便在了。臣女见过皇上，见过公主。3年不见，你这丫头倒是规矩了不少。前几年还在朕的金銮大殿中与琉璃打架，现下见了朕，倒是知晓行礼了。皇上快别提那些旧事了，现下臣女可都是大姑娘了。皇帝也来了。司战面无表情的点点头。是臣女一个人害怕，便缠着战王舅舅将臣女给送来了。父皇，此事要不就算了。怎么能算了？公主可是差点都没命了。那可是湖啊，公主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若不是臣女与阿乌碰巧路过，那公主岂不是要葬身湖底了？臣女最是知晓溺水是什么滋味了。上回臣女便掉到涧月湖里头去了。若不是战王舅舅救了臣女，说不得今日公主亦要去陪臣女了呢。小安郡主说的，可都是真的。父皇，玄机没事的，王姐不过是一时失手罢了，玄机不怪她。要不皇上赏臣女一个夫婿，臣女想要战王舅舅给臣女当夫婿，这个赏赐皇上答不答应？圆圆你都不害臊嘛，竟是想让父皇将皇叔赏给你啊？羞羞脸！你这口气倒是不小，你们何时变得这般熟悉了？朕记得你才回到昭都中不久。呀，皇上分明是不想将战王舅舅赐给我吗？先前我回昭都的时候遇上了些流寇，就是战王舅舅救了我呢。战王舅舅是大英雄，人又长得俊俏，我心悦他。原是小姑娘有些英雄情节，昭德帝微微的放下心来。臣女倒也算是个绝色佳人了，偏生他一点意思都没有，臣女正心烦着呢。昭德帝心中大石落下，看来是他误会了司战了。别闹！婚姻大事岂是你一个小姑娘说了算的？这样吧，朕便赐你一块玉牌，
日后你可以随意进出宫门，这样你可是满意了？啊，这哪是赏赐，分明是皇上担忧玄机一个人寂寞，想要臣女进宫陪玄机玩呢。什么都瞒不过你这鬼丫头，并非是朕绝情。一来，如今你不过一时兴起；二来，战王的婚事不是由朕做主的，这事儿归太后管着。你若是当真心悦他，非他不嫁，朕只能告诉你去找太后。哼，那好吧。凤舞呢？臣女想进军营。既是如此，那你便跟着战王。战王掌管东营，想必有他在，营中的将士们亦不敢为难你。凤舞连忙谢恩，直至出了景玄机的寝宫，走到了御花园中。凤舞方是咳了一声，别扭地对着那仍是有些闷闷不乐的小姑娘道：“谢谢。”“谢什么？”涂凤七拽着司战的手，抬头笑道：“这是你应得的，要谢你便去谢锦琉璃好了，是他给了你机会，能救下玄机。”涂凤七与涂凤舞先是将凤舞送了回去，随后方是调转方向往威远伯府而去，但途中却是生了些许变故。马车在威远伯府不远处停了下来，涂凤七与涂凤舞皆是皱起了眉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公子，是杜康杜公子。咦，杜哥哥，你有什么事吗？本是不该来叨扰郡主的，只今日在宫中多亏了郡主解围，杜某便想着好歹应是来道谢一声。杜哥哥有礼了，本郡主并非是在帮杜哥哥，而是在帮自己。涂家出身低微，若这时不站出来，他日那旁人岂不是要气到本郡主的头上来？杜某并非是那等忘恩负义之人，日后若是郡主遇到什么麻烦，但凡是杜某能做到的，杜某定然不会推辞。那便离景子墨远些吧，景子墨不是个好东西。你若是想要为百姓做事儿，最好的选择是战王，亦或是景子安。战王虽是冷漠，但心性纯良；景子安少年心性，却也并非个虚伪做作的人渣。唯独景子墨，他连人渣都不属。先前他确实曾经有过归属四皇子的想法，柿子长着呢。若是杜哥哥怀疑本郡主做的，不若找机会好好观察一番，且看看那景子墨究竟是不是你想要的良主。杜哥哥，本郡主要走了，我希望杜哥哥能擦亮了眼睛，莫要跟错了人。凤舞哥哥，咱们走吧。涂凤舞点点头。渊渊对景子墨似乎很是在意，哪怕是恨，亦叫他觉得难受的紧。如他所言，景子墨不是个好东西。只这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竟是叫他一夜之间看透了所有的阴暗。在门口遇见了匆匆赶来的凤舞，3个小姑娘兴致有些高，一路嚷着要猜灯谜、吃炸红豆糕。只闹了一会儿，本应是最兴致勃勃的涂凤七，却是落到了最后头。我给战王舅舅准备了礼物，不过我头一回打络子，有些……本王很喜欢。唯愿战王舅舅此生安稳，再无灾祸磨难。那你呢？我啊，不是有战王舅舅在吗？战王舅舅好好的，谁敢为难我？司战一怔，他慢慢的探出手来，似乎想要去触摸那姑娘的脸。圆圆，凤舞哥哥说可以去猜灯谜，咱们一起走吗？凤舞哥哥说猜灯谜最好玩了，圆圆陪本宫陪我一起去吧。你这般聪明，待会儿可要多赢几个花灯呢。皇叔，我与圆圆去猜灯谜，皇叔不若与哥哥们一同走好了。因这是乞巧节，整条街都是亮眼的花灯，一直蔓延到街道的尽头。涂凤七与景玄机站在一个小摊子跟前，不远处的茶楼中，涂嫣然与涂千然站在窗前，满目阴沉地看着那一行人。哼，这贱丫头倒是愈发的有能耐了，便是连景玄机都成为她的密友了。不好控制的东西，最好还是毁了。似乎是察觉到了，不好控制的东西，最好还是毁了。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司战忽然抬起头来，朝着茶楼的方向看了一眼，直觉不大对劲儿。涂凤七被人群推着走了2步，待到他扭过头时，才觉得自己竟是离司战几人有些距离了。战王舅舅，只四周喧闹得很，除了他自己，竟是无人能听到他的喊叫声。这感觉太过诡异。一个身穿布衣的中年男子目露凶光，手中似乎还拎着个发光的东西。战王舅舅，凤舞哥哥，你们在哪儿啊？王爷，江姑娘不见了。方才的骚乱，查清楚，查一下，方才那茶楼上的人是谁？圆圆呢？不远处的涂凤舞身躯一震，他心头一跳，没来由的升起了一股恐慌。找人，竟是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对他的人动手。二房果真是胆大包天。涂凤七的处境却是万般危急。那中年男子面上带着狰狞的笑意。战王舅舅，凤舞哥哥，你们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啊！那中年男子发狂一般怒喝了一声，举起匕首朝着他冲了过去。滚开！涂凤七往外一扑，正落入一个清清爽爽的怀抱中。别怕，别怕！
让我转过去，我杀了他。杜哥哥，听我的话，如若不然，咱们都回不去了。一道冷光从自己跟前划过，去死！便将杜康腰间的匕首拔了出来，朝着那男子的脖子划去。还沾着鲜血的匕首竟是刺入了男子的太阳穴。杀人了！快报官呐！杜康，多谢孝安郡主救命之恩。若非是郡主出手，杜康只怕也是凶多吉少。诸位，方才这人是个疯子，杜某现在身受重伤，还请各位能替杜某报个官，在战王来到前，好好保护孝安郡主。杜哥哥，杜哥哥，你怎么了？来人呐！战王舅舅，方武哥哥，你们快来啊！求求你们帮帮我们！我是皇上亲封的孝安郡主，这个人要杀我们，他还有同伙。你当真是孝安郡主？是，我是孝安郡主，这位是今年的新科状元，求求你们帮帮我们，他要死了！战王舅舅，你终于来了。魏毛，将杜公子送到战王府。司战快步走到他的身旁，伸手将他从地上捞起来，捂着他的双手。别看，本王会救他的。我方才杀人了，那个人要杀我，若不是杜哥哥，我……别说话，别怕，有本王在，什么都不用担心。你知晓是谁要杀你吗？二房。别怕，都交给本王。涂凤舞站在不远处，身侧的罗龙面上带着犹豫。公子，咱们不过去吗？涂凤舞忽然垂下头来，为何会这般？为何看到渊渊与司战亲近，他心中竟是会如此的不痛快？去查二房，看看最近有什么能下手的。他们既然敢对渊渊出手，那咱们也不必手下留情。公子的意思是要对威远伯府出手吗？他是要毁了威远伯府，毁了那些妄想伤害渊渊的人。战王舅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你说。待会儿咱们这样，前头出了什么事情，不会留下什么破绽的。待会儿咱们这样，前头出了什么事情，不会留下什么破绽的。若是不出意外，那贱丫头此时应是一具尸体了。走到街上，正巧身边路过一个从前头回来的人。早真是太可怕了，那人太阳穴都被刺穿了，那小姑娘满身是血。兄台，前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前头出大事了，有一个姑娘，似乎是什么孝安郡主的，被人刺杀了。那郡主满身是血，当真是太可怕了。哦，那可当真是件叫人难过的事了。嫣然，我们过去瞧瞧。别去了，那郡主现下被人给带走了，还是一个什么王爷将人给抱走的，也不知晓能不能救回来。倒真是可惜了，还是个小姑娘呢。哥哥，那贱丫头当真是死了？不会是那人在骗咱们吧？你知晓今日去对付那贱丫头的是何人吗？是宫中那位要杀她。一开始咱们畏惧镇国公府的权势，只现下那贱丫头羽翼渐丰，似乎是变聪明了不少。咱们若是再留着她，难免来日方长。走吧，咱们该回去了。到底是府中的三妹妹出了事，咱们若是不回去，总有些说不过去的。二人在街上逛了一圈，再慢悠悠地回到威远伯府中。祖母，娘，三妹妹在街上遇刺，怕是……祖母，是嫣然的不是。若是嫣然与三妹妹一同走，妹妹便不会。这一切都是嫣然的错。大姐姐与二哥哥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我不是好好的吗？大姐姐为何自责？祖母是不知道，那人举起了刀子，本想着朝着我刺过来，亏得有杜哥哥在，如若不然，被伤着了的人便应是我了。不过战王舅舅已经说了，此事非同寻常，定要彻查一番。什么那些歹人，还出来祸害人呀！大姐姐、二哥哥，你们的脸色为何这般难看？莫不是遇着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不是，不过是想起方才在街上遇到了些不高兴的事罢了。倒是你，那歹人可是抓住了？抓是抓住了，只不过那人却是受了重伤，谁知晓到底是谁想要害我呢？说不得又是什么人忽然发了狂罢了。不过有战王舅舅在，迟早能将所有的事情都查出来的。战王舅舅将那人关押在了战王府的柴房中，还请了太医过来给那人疗伤呢。是吗？那人伤得如何了？可是能活下来？应当是能的吧。我倒是更希望他活不下来，毕竟杜哥哥一受了伤，该叫那人偿命才好。不过战王舅舅说，那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狂，若是不细细的查探一番，他心中不安。提到司战，他似乎更是高兴了几分，只转过身去，对着老夫人道：“战王舅舅可真是个大好人，祖母，您说是吗？”老夫人却只是淡淡的点点头，什么也不说。我累了，祖母，我先回去了。
回去才是最好。若是他沉得住气，他才是最担忧呢。二哥哥不说，我倒是不累呢。这二哥这般提起，我倒是觉得我应当要好好歇歇了。方才可真是吓坏我了呢。走，咱们去战王府。今日可是有一出好戏在等着他呢。亥时，战王府中格外的寂静，便是巡夜的人似乎都有些不大精神。知晓了，柴房中关着的那人，听说他想要杀害萧安郡主，王爷正气着呢。有王爷亲自审问，要找出这幕后真相来，却也不难。只不过不知这幕后真相究竟是如何，何人竟然如此的胆大包天？若是上报到皇上的跟前，可真是够他喝一壶的。说的也是，只是可怜了柴房中的那位，若是死了倒是也干净，偏生他落到了王爷的手中。唉，别说了，咱们还是快些做事吧。二人的声音渐渐远去，黑暗中的一个人影飞快地闪过，从方才二人站着的位置掠过，朝着柴房而去。这是上钩了，王爷和郡主果然是聪明。嘘，别胡说。先前魏毛不过是在王爷跟前说了一句关于郡主的话，便被王爷给派去马厩中喂了3日的马。柴房中，一个满身狼狈的人正脸部朝下，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一个黑影从窗户窜了进来，落在那人的身侧。不是我要杀你，要怪便怪你没自我了断了。若是将我给暴露出去了，你我都不会好过。只他手中的匕首还未划到那人的跟前，那人却是猛地朝后倒去，翻了个跟头后，忽然站了起来。你不是？涂千然心下一惊，这根本便不是他派去刺杀屠凤七的人，而是一个陌生人。只等到他到了外头，才发觉庭院中早便站满了人。司战与六皇子站在正中央，正淡淡的看着他。王爷，殿下，草民只是想来看看那伤了三妹妹的人是谁。厚颜无耻！我真是兄妹啊！先前本皇子亲眼见着你妹妹见死不救，现下你又找人来刺杀萧安郡主。威远伯府倒是好能耐啊，竟是连一个父母双亡的小丫头都不肯放过。殿下说什么？草民不明白。草民是在府中听三妹妹提起有人想要杀她，这才来替三妹妹瞧瞧那人是谁。是吗？属下倒是觉得二公子分明是想要杀了属下。你，二公子觉得很奇怪，我家公子早便说过，不要仗着老爷和夫人没了，你们便想着为难姑娘。方才二公子的所作所为，属下会如实的向府少尹交代。二公子若是有什么想说的，不若去府少尹跟前说。至于那真正的刺客，早便在带回王府的时候便已经死了。三姑娘单纯，可并不代表着我家公子一时看不出端倪来。竟是屠凤舞，那病秧子怎么敢害他？涂千然谋害郡主，重伤新科状元，府少尹将人带下去。待到涂千然被带走后，暗处方是走出了一个小姑娘。唉，总算是解决了这个大麻烦了。夜深了，你也回去歇歇吧。此时有本王在，断不会叫涂千然从牢中出来。麻烦战王舅舅了。次日清晨，屠凤七还未睡醒，便听到院中传来了不小的动静。屠凤七，你给我滚出来！出了什么事儿？是大姑娘过来了，外头有3只拦着，一时她也进不来。姑娘不若再歇息一会儿。不必了，我那大姐姐在人前素来是温柔动人的，眼下她竟是连伪装都忘了，我如何还能睡得安稳？穿着月白色的寝衣便跑了出去。涂嫣然怒容满面：你这个贱人，说你的哥哥都做了什么？为何今日一早那些官兵别说哥哥被带走了？是你对不对？定是你做的对不对？你怎能这般狠心？他是你二哥，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大姐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别装了，你这个贱人，若不是你，哥哥怎会被官兵带走了？你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二哥哥被官兵带走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为何我竟是不知晓？出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为何不与我说？二哥哥现下在哪儿，我这便去救他。奴婢不知啊。大姐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哥哥为何会被官兵给带走了？怎么回事？你会不知晓？你还有脸问是怎么一回事？当真是有意思。若不是你在哥哥跟前胡说八道，他怎么会？大姐姐的意思是，二哥哥昨天去了战王府。可二哥哥去战王府做什么？你……涂嫣然气急，直指着涂凤七的鼻尖。昨夜分明是你与我哥哥说，那刺客被战王带走了。嫣然，闭嘴！与你妹妹说什么呢？千然的事儿是他鲁莽。什么鲁莽？娘，你为什么要胡说？昨日若不是这贱人……大姐姐的意思是，二哥哥听了我的话，便去了战王府。可他去战王府做什么？
我只说那刺客在战王府，却也不曾说了庞丹，不过是个刺客罢了，杀了便是杀了。二哥哥为何要去战王府？涂千然之所以会去战王府，本便是为着杀人灭口。那刺客是宫中内卫安排的，却也难保他会招架不住战王的逼供。届时若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那涂千然的名声与整个二房的名声便都要扫地了。二哥哥为何要去战王府？你别对我装模作样，不过是些小事罢了。将大姑娘带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能踏出嫣然居一步。娘，我不要！凭什么我要进组？做错了事的人分明是他，若不是他在哥哥跟前胡说八道，哥哥也不会。涂嫣然惯来会做戏，只比起二夫人来，却到底是差了一筹。只稍微逼逼她，她便再也无法维持那温柔娴静的好模样。圆圆，你大姐姐只是太担忧千然了，二婶啊，先将她带回去，你别胡思乱想的。千然的事情与你没有任何关联。二婶，若是二哥哥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与我说。至于大姐姐，我不知晓大姐姐这是怎么了，但我真的不曾想过害二哥哥。二婶，你要相信我。二婶相信你啊。